在我结束了最后一期 BBC 电视访谈节目之后，主持人玛丽安·福斯特和我又做了这一次电台采访节目，所以其中不免会有很多内容和之前的电视系列访谈重复。但是我出版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让患者读了之后能够自救，还有放松休闲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把有些内容多说几遍并不为过。之前我在治疗神经症患者的时候，也会向患者多次重复自己的话。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在需要建议的时候，能够很自然地想到我所强调的话语。威克斯医生，多年以来您已经帮助了无数患者获得康复，但是您也是从一名内科医生开始做起的。没错，您对于神经症，包括广场恐惧症等有如此广博的知识，如此精深的见解，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呢？有好几种因素。我在2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在我当上医生之前，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于是我就被送往专门治疗这种病的一个乡村，而且医生要求我在6个月之内尽量不要耗费任何体力，甚至窗帘都不让我拉，于是我的活动范围几乎就在床和沙发之间。6个月以来，我都被困在室内，无所事事。从那时起，我就尝到了被关禁闭，而且满心忧愁的滋味了。后来我就离开那里了，也没有做激光检查。我知道自己还是患病状态。当然，这对于一个健康的花季少女来说是很难熬的。我记得我离开那个村庄的时候，去了一个住附近山区的朋友家，她嫁给了一个当地的医生。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对自己能做什么失去了信心，因为之前医生老是不让我干这个，不让我干那个。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老在想着，我是否能走到那条街的街角处。当时我豁出去了，记得我走的每一步路的感觉，同时也在思索自己到底有多大的信念能够支撑自己走那么远。我知道当时我并没有恐慌，因为我根本不恐慌，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当时恐慌了，我敢说我肯定会患上广场恐惧症。这就是我对广场恐惧症患者非常同情以及理解的原因。我也记得当时在半夜突然醒来的时候，心脏突突突地跳的那种感觉，因为只是在半夜突然醒来，就足以把自己吓坏了。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感觉自己很不对劲，心脏狂跳，我都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于是我就向同住的朋友呼喊求救，但是她的丈夫，也就是那位医生说，我不会去的，他不需要任何帮助，如果我去了，他肯定会觉得自己的情况更糟糕。但是如果他当时对我说，我只是神经敏感了，就能让我免受2年的病痛折磨，也许这样也不错。我当时所学习到的知识，不仅帮助我摆脱了病痛折磨，也让我下定决心帮助更多的神经症患者。或许我应该感谢那位医生。当时我虽然正身处痛苦之中，但并没有停止工作。我依然在努力写我的博士论文，并且成功拿到博士学位。我记得当时在打字的时候，如果我把胸口贴在打字机上，都能听到心脏突突的跳动声。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在为完成论文而努力。1929年的时候，我坐船从悉尼来到英国，进伦敦大学学习。
当时我还是会心悸，症状并没有消失。实际上，这趟旅程还是很不错的，因为轮船发动机的声音的频率刚好和我的心悸的时候心跳的频率差不多，所以我就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心悸。但是到伦敦后，突然间没有了发动机的嗡嗡声，一切都安静了下来。这时候我就又开始感觉到自己突突的心脏跳动声。我被自己的这种反应吓坏了，很担心自己的状况。于是只要周围安静下来，我就不敢独处。我想时时刻刻和他人在一起，这样我就不会特意去感觉自己的心跳。记得当时我所在的实验室是在学院的顶层。我有一个之前参加过一战的朋友，当时他爬上楼梯和我打招呼，我告诉他，天哪，约翰，我再也受不了自己了，我已经受够了。他问我怎么了，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听了之后耸耸肩膀说，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没什么，你说的那些症状只是神经在作怪而已，我们当时在战壕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我所担忧的那些症状都是由恐惧引起的，是自己吓自己。听完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那么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他笑道，对呀，1个月后我就完全康复了，还去瑞士爬了山。你看，症状是多么可怕，了解症状的真相又是多么重要。我当时正值花季，整个人生都在我面前摆着，等我去好好的度过。我也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可就是没有认清那些症状的真实面目，面对症状所带来的恐惧束手无策。最后朋友的话才让我恍然大悟。我之前看过无数医生专家，但是没有一个人点明这只是恐惧的症状，于是它就变得更加令人恐惧了。我住在伦敦的时候还没有恢复健康，我有时候半夜会突然醒来，心跳不止，这时我就会坐起来，彻夜不敢睡觉，因为我害怕躺下之后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但是在我的朋友告诉了我真正的病因之后，晚上再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就会躺下去，尽量镇静下来，心想，好的，我要睡觉了，要心悸就让它心悸吧，我不在乎。我就照自己的想法做了。于是第二天醒来之后，所有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后来我成了一名医生，对前来就诊的焦虑症患者十分同情，因为我感同身受，深知他们经历过怎样的一种折磨。我很好奇，请问您当时换肺结核了吗？其实没有，之后我做了 X 光检查，发现是医生误诊了，我只是扁桃体严重发炎而已，好几个月都胃口不好，吃不下饭，最后体重骤减。您的意思是说，在您成为医生之后，您对患者的痛苦就很自然地感同身受吗？对的，当时我因为对神经症患者十分感兴趣而出名，所以当时整个澳大利亚的患者都会来找我就诊。澳大利亚国土辽阔，有的患者会从千里之外的佩斯来到悉尼，所以有时候我会让患者暂时住在我家，有时候3、4个患者一起住着，因为对患者来说，住宾馆也不容易。在宾馆里，他们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整天无所事事。所以我母亲就说，为何不让他们待在咱们家呢？我记得在之前 BBC 的节目访谈中也有讲过，让患者住在我家里，也为我详细的了解他们的病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
当时我对广场恐惧症并没有多么大的兴趣，因为我觉得广场恐惧症只是焦虑症的一个特殊阶段的表现而已。我对那些已经确诊为焦虑症的患者更感兴趣。我还记得有一位姑娘，她是一位来自英国纽卡斯尔市的神经症患者。她在痊愈之后告诉我说，虽然我不是一名医生，但是现在大家都叫我纽卡斯尔的心理医生。大家看我竟然痊愈了，所以纷纷来找我获取经验。您用到了痊愈这个词。对的，玛丽安。您的意思是说神经症可以被治愈吗？当然可以，我从来都不害怕说出痊愈这个字眼。而且当听到有些治疗师说神经症不可能被治愈，只可能减轻的时候，我感到很伤悲。只要患者准备好带着对病症的记忆生活，并且知道如何在以后的生活中应对疾病复发，那么他就会痊愈的。人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我们也不可能把患者对疾病的记忆全部冲刷干净。所以在某些症状再次出现的时候，患者会以为自己又陷入了病态。这时候有些治疗师就会附和患者的意见，说患者还是没有痊愈。很明显，这说明患者和治疗师都没有搞清楚真实状况。我们来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你失去了你的挚爱，或者分手，或者与你阴阳相隔。当你想起他们的时候，你会悲痛不已，肝肠寸断。但是即使再痛苦，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还是会选择活下去呀。我们不可能强迫自己说别痛苦了，我们只能带着心里的伤痛继续生活下去。同理，神经症患者在康复之后，如果症状再次袭来，对自己说你不许再被病痛折磨了，也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当患者回想起那段难熬的日子时，回想起之前痛苦的日子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患者没有痊愈，只不过是对疾病的记忆又在兴风作浪罢了。我在想，肯定有某些心理疾病是很难治愈的，对吧？当您谈到神经症的时候，您具体是指哪些疾病呢？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病？我指的是焦虑症，包括严重的焦虑症，或者还伴有恐惧症和强迫症等并发症。这些疾病其实都是可以被治好的。我也了解到您对疲劳很有研究。对，您说过疲劳可以分为好多种，有身体疲劳，也有精神疲劳。您能再具体详细的解释一下您所说的疲劳到底是什么吗？神经疲劳是由于人体长时间处于压力之下而产生的。人在持续压力的作用下，会产生以下4种主要疲劳：肌肉疲劳、情感疲劳、心理疲劳和精神疲劳。我想这就涵盖了所有的疲劳形式。肌肉疲劳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但其实肌肉疲劳远不止大家所认识的那么一种，也就是经过大量体力消耗之后，就像是爬完珠穆朗玛峰之后的那种疲劳状态。当劳累了一整天之后，回到家舒舒服服地泡个热水澡，回想着今天所做的所有事情，这种感觉的确不错，很让人享受。这就是纯粹的肌肉疲劳，而且大家都很沉溺于这种疲劳之后的放松之中。但是还有一种肌肉疲劳就大不一样了，那就是由神经疲劳引起的肌肉疲劳。这种肌肉疲劳是肌肉长时间处于重压之下造成的，这时候肌肉根本得不到休息，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但是如果肌肉永远处于松弛状态，我们也什么都干不了。所以肌肉必须张弛有度，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
其实都有两组肌肉在相互制衡。比如当一个钢琴家将他的手臂放在键盘上准备弹奏时，如果他的手臂肌肉张弛有度，他弹奏出来的乐曲就会动听无比。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用到同样的道理，但是如果人体长期处于压力之下，两组肌肉就会失去平衡，其中一组肌肉会比另一组更加紧张，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肌肉就会疲劳，这也就是我所说的神经疲劳造成的肌肉疲劳。一个陷入这种肌肉疲劳状态的人，经常会感觉到颈部肌肉疲乏或者僵硬，因为颈部是最容易肌肉疲劳的一个部位。情感疲劳也是神经疲劳的一大表现。处在压力状态下，神经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敏感。如果在正常情况下，觉得外界有点吵闹，那么在压力下，人们就会因为敏感的神经觉得噪声巨大无比，这也就是神经敏化作用。比如当你在房间里面试图聚精会神地干自己的事情时，外面的人制造了一些噪声，这会使你分心。刚开始的时候，你几乎注意不到那些噪声，但是过一会儿后，如果你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你就会听到那些噪声，就算只是钟表的滴答声，或者是很日常的一些生活噪声，在你这里就变成了大到无法忍受的噪声。比如对情感疲劳患者而言，电影院里的噪声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这也是他们突然冲出电影院的原因。他们的神经太敏感，太紧张了，所反映的感觉和情感都是夸大了的。当他们看到有些凄凉或者开心的场景时，他们就会感觉到歇斯底里的悲哀或者高兴。有一位神经症患者，在朋友弹奏舒伯特的曲子的时候，他自己跟着曲子唱了起来，而且唱得非常不错。唱完之后，他朋友扭过头来对他说：“我觉得你没有什么问题啊，你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沮丧，你唱的再好不过了。”但是他的朋友根本不知道，他的歌声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因为当他发现自己竟然在唱歌时，在敏感的神经的作用下，内心的喜悦就被夸大成了歇斯底里的狂喜。所以在情感疲劳的时候，人的情绪波动极大，上一秒还心情低落，下一秒就异常兴奋。通常情况下，患者对自己的这种状态很是疑惑，很难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情感疲劳和心理疲劳又有什么差别呢？两者大不一样的。情感疲劳的人情绪极其不稳定，甚至会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一丝丝的不适或者紧张都会让患者痛苦的难以忍受。一次在门诊部，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学生对我说：“我不想学习医学了，我想放弃了。”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你看到那边的那个老太太了吗？她只是得了支气管炎而已，但是我听着她咳嗽的声音就特别难受，感觉就像是她快要不行了一样。以前我不是这样的，我这是怎么了？”我向他解释道，这是他过于敏感的神经造成的。在听到别人咳嗽的声音之后，他的反应过于激烈，把状况严重化了，让不好的心情变得更加不好，就像是在看一场悲剧一样。人们在神经过于敏感的时候，通常会对自己所处的状态无比恐惧，而且对自己的状态也一无所知，脑子里根本想不到别的事情，他们就一直想着自己的病症，一直在想，于是就会出现心理疲劳，因为心思整天都放在这上面，于是越想越焦虑，
如果一个人不焦虑的话，思考一天都没问题。焦虑使患者变得神经紧张，接着就出现了心理疲劳，学生也会出现焦虑状态，因为他要面临即将到来的考试。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是因为学生的脑负重太大。要是这个学生聪明的话，他就会先把书本放在一边，出去走一走，散散心，等感觉好一点再回来学习。但是神经症患者即使在出去散步的时候，还是对自己的状态放心不下，所以散步并没有让他的心情放松下来。他可能会变得烦躁不安，脑子里乱糟糟的，又或者他的思维会变得呆滞，甚至连舌头都会打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又神经敏感，以至于总是做出夸张的情绪反应，那么他可能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应对与解决的能力了。比如之前有一位女士去染头发，在那个年代用的染发剂是那种不褪色的颜料，我觉得它应该是不褪色的。理发师一句无意的话，给这位女士带来梦魇般的痛苦。我希望您头皮上没有任何伤口，因为它会和染发剂发生反应，使您中毒的。当时那位女士已经深受情感和心理疲劳的折磨，所以听了理发师的话之后，就再也忘不掉了，一直担心自己头上会有伤口。几个月之后，她来找我诉苦说，不管我到哪里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自己中毒了。她始终无法从理发师的那句话里走出来。心理疲劳患者只要脑子中有一个想法，就会一直思前想后，紧抓着那个想法不放，于是就会更加烦躁。我还记得在最后一次考试之后，我大脑疲劳的经历。当时我在短短1个月之内参加了20多场考试，简直就像参加了一次全程马拉松一样。当时我已经42岁了，参加这种程度的考试实属不易。但是考完试紧接着的下一周，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术要做。当然我当时因为疲劳出现了一些并发症，于是医院主管就让我休息一下，给我放了1个月的假。于是我就去了另一个州的朋友家。在飞机上，我脑子中一直循环着一首曲子，停不下来。那首轮舞洗脑似的侵占了我的脑袋。所幸的是，我并没有强迫自己不要去想那首曲子。于是我一路哼唱着轮舞，从悉尼来到墨尔本。其实这个阶段是强迫症最容易产生的阶段，有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强迫自己不去想那首曲子，并为自己的状态担心不已。然而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在澳大利亚有这样一个研究小组，他们建议组员通过思考其他事情来阻止脑子中产生那些奇怪的想法。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效果不大，因为你越是克制自己不去想某些东西，你的脑子就越会不自觉地去想。所以当时我随着自己的意愿哼唱轮舞，直到变得兴趣寥寥，我自然就停止了哼唱。要是那些挥之不去的想法是一些不好的想法呢，也要任其出现吗？之前就有一位美国患者对我说，威克斯医生，我经常会有一些控制不住的奇怪想法。要是那些想法是带有暴力性质的呢？那也要任其出现。这些想法大多含有恐怖的因素，并不会都像我脑子中的轮舞那么简单，那么没有杀伤力。心理疲劳患者脑子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奇特的想法，仅仅是这些奇特的想法就足以让患者感到恐惧、迷惑。而因为患者无法真正了解自己的状况，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疯掉了。
患者越是这样觉得，自己已经疲劳的神经就会越发紧张，于是恐惧感再次升级，似乎外界有一种什么力量促使患者这么做。更可怕的是，患者内心也会有一种力量在促使自己那样做。其实患者此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任由他们去，不要太在意他们，只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疲劳、紧张、恐惧的人的想法而已。这时候患者千万不要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要再去想那些奇怪的事情了，也不要想方设法规避这些想法。患者应该做的是任那些想法出现，怀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样的心情，真的没关系，因为想法就只是想法而已。只要患者了解神经疲劳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在自己出现上述情况的时候，了解心理疲劳是怎么一回事，就不会受到惊吓了。这也就是通往健康的第一步。就像是有两个小人在自己的心中，一个神经已经极度疲劳，整天神经兮兮，另一个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藐视一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藐视、不在乎的态度，正是康复的关键所在。不管是什么病症，只要治疗方法对了，其中就包括彻底的理解，一切都迎刃而解。但是很多患者朋友，包括很多医生，都错误地认为患者只有摆脱所有病症才会恢复健康，重获内心的平静。当然，最终康复之后肯定是没有那些病症了，但是那些病症并不是说消失就消失的。要想恢复健康，就必须对长期以来存在，以后有可能还会出现的那些病症不再那么在意，这样才能慢慢好起来。那么精神疲劳又是什么呢？是不是说某些人因为没有信仰，所以精神空虚，因而出现精神疲劳？精神疲劳到底是什么呢？我所说的精神疲劳和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关系。我在这里所说的精神疲劳是指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已经到了一种穷途末路的境地，长时间以来自己已经为了康复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但还是不见效果。所以患者这时候不止身体疲劳，而且失去了信心，内心似乎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告诉自己，为何还要继续下去？还是放弃好了。虽然说我们人人骨子里都有一种不放弃的精神，总会有一股力量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推动自己前进，但是当一个人因为神经症的折磨到了一种极度疲劳的地步时，内心推动自己前进的那个声音也会变得十分微弱，微弱到没有力气给自己加油打气。这样的人甚至早上起床都没有力气来给自己穿衣，似乎患者体内的精气神已经消失殆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体能，处于一种完全疲劳的状态，甚至都没有活下去的力量。我把这种疲劳叫做精神疲劳。那么当患者真的到了为何还要坚持下去呢？干脆放弃好了的地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时候给患者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康复的希望，会不会太晚？从来都不晚，因为所有人在内心深处都有对生命的渴望，都有强烈的求生欲望，而且这种欲望从来都不会从我们身上彻底消失，就看我们能否把这种欲望唤醒。当然，患者还是需要一些外界的帮助的。首先，除了要给予患者继续活下去，继续与疾病做斗争的信心之外，还要告诉患者具体如何操作。因为康复的第一步确实不好走，有可能患者这时候就会走很多弯路。所以您是如何帮助那些患有您之前提到过的4种疲劳之一的患者的呢？还有，您是如何帮助患有严重广场恐惧症的神经症患者恢复健康的呢？
玛丽安，我是这样引导他们的。首先，我让他们在这场与疾病的战斗中放弃抗争。这确实是一场战争，但是并不是要你去正面抗争。大家可能会问，在战争中不去抗争，这算什么战争？其实简单来说，我的意思是，患者首先要接受自己所处的状态，然后我向他们解释神经疲劳是怎么回事，以便帮助他们消除内心对于自身状况的疑惑。我还会结合他们的具体情况，对他们的症状做出解释，这样也可以帮助他们消除内心的疑惑。比如，我会告诉患者，心脏狂跳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自己过于敏感的神经把正常的心跳声扩大化了而已。我还会告诉患者，心跳加速是由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引起的，而肾上腺素是人体处在压力之下，肾上腺分泌出来的一种压力激素。我还会告诉患者，神经疲劳包括肌肉疲劳、情感疲劳、心理疲劳和精神疲劳，都是因为身体的化学反应而形成的。我希望通过这些解释，患者能对自己所处的状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的解释加上患者的理解，就是迈向康复的第一步。紧接着，患者应该做好准备，接受自己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保持轻松，不要与疾病抗争。听起来似乎要让患者忍受疾病的折磨。正好相反，并不是让患者忍受。忍受会让人想到一个人咬紧牙关、攥紧拳头的样子，这样只会让患者越来越疲劳，从而使患者越来越紧张。相反，患者应当敞开心扉，坦然接受病症，应该飘然起来，放松自己。这里有一个例子能够很好地对此进行说明。有一位女士已经3-4年没有出去旅行过了，她决定去加那利群岛玩一玩。之前我在讲到飘然这个方法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位患者。他在去加那利群岛的路上，带着我的一个盒子，叫去旅行的磁带。他说，旅行的前几天虽然有一点磕磕绊绊，但是当他到达特纳利夫岛后，他甚至可以攀岩了。他说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状态会那么好。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去餐厅吃饭，恐慌感突然袭来。他说所有之前发病的感觉一下子全涌了上来。那天的晚餐是他最爱吃的烤火鸡，但他认为自己很难下咽。接着他说，所幸我想起之前听到您说要放松，要接受，所以我就照做了，练习飘然，而不是去与病症抗争。于是他吃了一些容易消化的蔬菜，到最后喝咖啡的时候，他都一直表现得不错。接受和飘然是否就是完全放松的另一种说法呢？接受和飘然确实包括放松，但是它们不仅仅是单纯的放松，而是有所为的放松。我所说的接受，是指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看，上面说的那位女士并没有立刻冲出餐厅，她还是坚持坐着把饭吃完了，她就是正常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我是说要彻底放松，但这种放松是伴随着理解的，而且在放松的同时要继续自己的生活。比如你之前一直坚持接孩子放学，那现在也应该继续这样做，只不过你在继续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让自己的身体完全放松，随时准备好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这就是我所说的飘然的态度。就算只是产生了飘然的想法，也会有所帮助的。所以
患者要时刻以这样的态度去生活。放松固然重要，但是在放松的同时要有所为，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好应对的准备，要对自己说，我要用飘然的办法安全度过这一劫，而且是自愿的去做，绝对不抗争。再举一个例子，早上醒来你感觉疲惫不已，看着自己的衣服想，我一定要穿衣服吗？这时候你应该想，我不会强迫自己的，我要用飘然的态度来面对。甚至你只是一直想着我要飘然，也会有帮助的。比如我之前有一位患者，她是一名空姐，正在进行最初的考核。当时她患有神经症，而且十分忧虑，因为有一项考核是要去贵宾室给客人送餐。她对我说，我手都抖成那样了，怎么去给客人送餐啊？我说，你就以飘然的态度去，记住要飘然。考核结束后，他告诉我说，我按照您的方法做了，很成功。我飘然地把汤端给了客人，飘然地把鸡肉端给了客人，我把所有的餐食都飘然地端给了客人。飘然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语，我会一遍又一遍地给患者讲解如何飘然。飘然就像是让自己完全随波逐流，随着波浪一起涌到这里，飘到那里。患者也应该想象着让自己飘然起来。比如广场恐惧症患者，不敢踏出家门，害怕自己会出现恐慌。其实他应该不惧恐慌，让自己飘然起来，甚至朝着恐慌飘去，而不是畏缩不前。恐慌感只不过会像一股电流般的掠过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可怕的，就让它尽管来吧。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就算它会让你头皮发麻，也要保持飘然的态度。我知道大家会说，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我深知，只要你完全接受病症，就能做到飘然。要是正在和十分重要的人物，比如皇室成员或者上司进行一场会面，这时候手或腿开始不停地抖动，此时就算对于这些症状很了解，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手或腿依然会抖个不停。我想也会有即使飘然面对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吧。这种情况和我们谈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指的是那些高度紧张的人，当处于紧张状态时，他们很容易出现颤抖或者双膝颤抖，或者两者都有。我觉得他们应该学习利用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来掩饰自己的手抖或腿抖。我们现在谈的是神经症患者，他们是因为疾病才出现了手抖或腿抖的症状。在患病之前并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他们应该问问自己，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如何才能对自己的健康更有益？是该完全接受症状，接受现实，并且有勇气来摆脱疾病的困扰呢？还是干脆逃避现实？如果选择逃避，我想问问，你能逃到哪里？能逃到多远的地方？你能彻底逃避自己手抖的症状吗？要我说，玛丽安，哪儿都不要去，老老实实的待着，手抖就让他们抖吧。但与此同时，你要让自己完全放松，而且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放松。曾经有一位首相夫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找到了我。在会议上，她经常要用最好的瓷器给客人端茶，这时相较于用漂亮又坚固的杯子时，大家的手都会因为小心翼翼而发抖，弄得瓷器叮当响。当他把茶杯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都能听到瓷器之间的碰撞声。我对他说，你告诉你的客人们，不要在意你颤抖的手，只要茶好喝就行。他这样做以后，这种情况真的消失了，甚至大家还拿这件事儿来开玩笑取乐了。还有一个叫海伦的姑娘，她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他刚从伦敦飞回来，就立刻来找我了。他攒了一点钱，于是就去伦敦旅游了一趟。但是在伦敦的时候，因为受到一点惊吓，他的双手就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那段日子很不好过，他在伦敦看了神经科医生，也看了心理医生，但是手抖还是没有被治好。最后因为没有积蓄了，他回到了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他因为手抖找不到工作，最后来向我求助的时候，我告诉他，海伦，抖就让他们抖吧，不用管。他问我，这样就可以了吗？我说，对的，不用管，你只管去工作就可以了。谁在乎你的手是否在抖？你可以告诉老板，我很抱歉，我有手抖的症状，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工作。他又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样就可以了吗？我说，没错。他说，要是我在伦敦的时候知道这些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在伦敦旅游了。还有一位男士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说，我只能在那种把咖啡装在大杯子里面的餐馆吃饭，要是在某些用那种很小很小的杯子装咖啡的餐馆，我很害怕自己会把杯子打翻，把整个餐台弄得乱糟糟。我对他说，别怕，要打翻就打翻吧，尽量洒在杯托里面，不要弄在桌布上就好。他说，真的吗？试过几次之后，他变得不再紧张，在任何一个餐馆吃饭都没问题。这确实很有意思。之前您说过要有所为的放松，您的意思其实是说不要整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但是也得结合实际情况比如或者有些老年人就是需要花时间躺在床上让自己的体力恢复。所以您是如何判断病人是需要卧床休养还是起来走走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会教患者自己去判断是否需要卧床休养。我这样做原因是之前有一位女患者给我来信说，她一度为自己取得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并在内心对我非常感激，因为她是在看了我的书之后情况才有好转的。但是她接着说道，在书中您说白天的时候不要留恋床，于是我在白天的时候从不沾床，但是现在我真的很累，甚至比看您的书之前还要累，我不得不再次去看医生。你看，医生对待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格外小心。这位女患者刚刚做完一次手术，所以十分需要休息，但是可怜的她牢牢地记住我说的话，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休息。我对此感到十分抱歉，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位患者刚刚做完手术，理应卧床休息。所以我决定还是教患者学会自己来判断是否需要卧床休息吧。肯定有一些人，他们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比起起床面对生活，更想躺在床上。您说这种情况下，躺多久才算合适呢？这要看他们自己的态度。很多人问我他们应该做多少或者不应该做多少，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例如，如果他们在某天活动过多，第二天感到很累，他们就会想，管他呢，我昨天做的是有点多，但那又怎样呢？或者他们会认为自己前一天做的不够多，不管他们怎么想怎么做，只要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对待这一件事情的态度。您的理论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等待。这是因为您觉得最终还是时间能够治愈伤痛，对吗？痊愈确实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患者使用的方法正确，那么痊愈所需的时间就会更短。神经发生敏化作用之后，虽然没有受到任何物理性破坏，我说的这个破坏是指神经受损，只是在化学性质上发生了改变，我们仍把它叫做受损神经。
神经受到物理性破坏时，需要进行治疗以使其复原；神经受到化学性破坏时，也需要用合理的方法使其复原。而神经复原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即使前来就诊的患者对我所说的话全都理解，并且在离开的时候感觉很满意，他们也需要继续练习面对、接受、飘然和等待，因为神经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复原的。在和医生沟通完，满意的回到家后，患者还是很有可能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出现那种低落的感觉，甚至还会出现手抖、心悸，甚至胡思乱想等神经症的症状，而他们的神经依然处于敏感状态。所以我一再向患者强调耐心的重要性，建议他们耐心地等待神经复原。我告诉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动物，用一根长棍和棍子末端绑着的胡萝卜驱赶着自己前进。要告诉自己，我会跟着胡萝卜继续向前走的，走一点点也是前进。我不会因为不愉快而灰心丧气的，我会继续前进。只要坚持下去，最终时间肯定会治愈我的疾病的。有了这样的心态，就算道阻且长，也会行则将至的。医生就应该给予患者这样的引导，要让患者了解康复道路上的种种荆棘，甚至张开双手去欢迎他们。欢迎这些荆棘吗？正是如此，因为正是应对这些荆棘的过程中，患者朋友们才能学会如何处理它们。患者不应该幻想着仅仅和医生聊完，在迈出诊室的那一刻，疾病就能立马消失不见。虽然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极少无比。其实我倒是希望我的患者能遇上些荆棘，因为据患者反映，这样他们就可以学到更多，变得更加强大。我告诉他们，在病症来袭时，他们在想，病症怎么又找上门来了呢？这个同时也要告诉自己，好的，这又是一次自我锻炼的机会。于是遇到的荆棘越多，他们就能把我教给他们的方法掌握得越好。同时这也是一个培养内心正确声音的好机会。这个声音会告诉自己，没事的，老伙计，你之前经历过这些，你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也知道解决的办法。每当患者将要跌入疾病的深渊的时候，就是这个内心的声音将他们拉回来。它就像是一个缓冲垫一样，要培养这个内心的声音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时间对于患者康复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另外，患者还必须理解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不要把自己的康复丢给运气，必须学会自我治疗。我鼓励所有的患者自我治愈，凭自己的努力获得康复，而不是完全依赖我。我希望患者能够应用我教的方法，却不希望他们依赖我。您在帮助患者康复的过程中，有没有使用镇静剂或者类似镇静剂的药物？还是说您认为患者根本不必使用它们？我很少会使用镇静剂，几乎没有。但是也有些特殊情况，患者需要镇静剂的帮助才会有所好转。大多数患者是不需要镇静剂的，只要理解我对他们疾病的解释就可以了。但是也需要时刻牢记我的话语，直到最终接受自身的症状才行。所以您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镇静剂呢？当我发现患者极度疲劳或者神经极度敏感，不能自我调整的时候，就会使用一些镇静剂。在我退休之前，通常情况下找我看病的患者都已经看过很多心理医生了，而我是一名内科医生，
他们也听了各种意见，所以最后辗转到我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很累了。所以我会使用镇静剂来让患者稍微恢复一下体力，得到些许安宁。如果患者的神经敏化作用十分严重，那么我会让患者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持续使用镇静剂，而且必须在我的监督之下使用。在停药的时候，我不会一下子就停止，而是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跟突然戒毒一样，突然停止使用镇静剂也会引起很大的不适。但是如今有很多对镇静剂不甚了解，甚至连用都没有用过的人对镇静剂大加批评。有一天，我们医院在伦敦的一家分院的负责人在和我聊天的时候说，最近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对镇静剂的负面评论，他为此感到很痛心。因为对某些患者来说，镇静剂是他们的救命药啊。镇静剂当然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必须适量，以及要因人而异。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在使用镇静剂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受众的年龄问题。也就是说，老年患者可能需要服用适量的镇静剂，而年轻患者可能就不需要依赖镇静剂。对于年轻患者，我一般不给他们使用镇静剂，或者希望他们能尽快戒掉镇静剂。但是对于年老的患者，我更倾向于给他们使用镇静剂，也不会指望他们很快就能摆脱对镇静剂的依赖。这是因为人们在年纪大了之后，身体机能免不了会变差，神经敏化程度也会更高。你肯定见过这样的场景吧？当孙子们吵吵闹闹的去看望奶奶的时候，不管奶奶有多么爱她的宝贝孙子们，不一会儿她肯定会退回自己的卧室去休息。可怜的奶奶呀，要是这位奶奶能使用适量的镇静剂，或许她就能更好地享受和孙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了。我觉得镇静剂还是有自己的用处的，尤其是对老年人。毕竟人到老年，各种身体器官都会出现衰退现象，牙齿脱落，听力减退，视力下降，或许还会失去遇事冷静的能力。那您觉得住院治疗如何呢？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医生在治疗未果之后劝病人住院观察，住院之后那些患者要么整天用药物抑制病情，要么在护士的陪同与鼓励下出去转转，以此来恢复乘坐小汽车或者公交车外出的信心。您认为住院治疗怎么样？对于患有神经症的家庭主妇来说，这也是一种逃离来自家人与家务的压力的办法吗？对家庭主妇来讲，这不失为一种出路。有时候住院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患者待在家里得料理家务，再加上因为疾病而睡眠不足，或者整天要吃医生给他们开的药，对患者来说也不好受，还不如去医院清闲几天。但是如果他们身边有这样一位医生，能为他们解释他们身上出现的症状，一直鼓励支持他们，并且为他们制定出一套康复方案，让他们来照做，那么他们也就不用去住院治疗了。然而这也不是绝对的，得视情况而定。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待在医院反而有助于他们康复。如果这所医院有技术十分高超的护士，能够带患者走出病房到外面去转转，能够理解患者的状况，并且能引导患者去做对康复有益的事情，就是一所很不错的医院了。这些护士不会向患者发号施令，把患者当小孩来对待，同时也不会过度庇护患者。但是如果没有像您说的这么好的医院，是否还是不要住院为好？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
因为没关系的，我以为您会坚决反对神经症患者住院的。那么您认为电击治疗怎么样呢？对于那些已经无法与之正常交流的重度抑郁症患者，电击治疗可以稍微减轻一点他们的痛苦。当然，电击治疗和镇静剂一样，使用时也需要视情况而定，而不是乱用一通。我从来都不主张让焦虑症患者使用电击治疗，我也没有见过使用电击治疗而获得康复的焦虑症患者。但是我见过重度抑郁症患者经过电击治疗之后有很大的好转，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如果之后患者能够保持积极良好的心态，很快就能康复。我记得我曾经接待过一位意大利的患者，她不幸失去了丈夫，为此她整日郁郁寡欢，她甚至都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之后她进行了4-5次电击治疗，当她再次和我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十分乐观开朗。她说她必须回自家的农场去帮忙收获葡萄，葡萄已经熟透了，家里人手不够。她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情，根本没有提及她逝去的丈夫，已经从过去的悲痛中走了出来，继续生活。所以我再次强调，电击治疗必须因患者而异，我们不能盲目的去批判电击治疗。请问您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是否也需要给予患者的家人一些支持与帮助呢？有时家人不理解患者的情况，也对患者的康复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帮助患者的家人了解您的治疗方法，是否也是治疗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呢？对的，让患者的家人清晰地了解我们的治疗方法，也是治疗过程中的一大挑战。记得我曾向一个意大利女患者的丈夫解释该如何做。当时我和他在他们家门口的花园里谈话，我觉得他在认真地听我讲，但是在我讲完之后，他却迷茫地看着我说，但是为什么不吃薯片呢？为什么总是吃土豆泥呢？我想吃薯片。他变得不像是我太太了。那天晚上，他的妻子给他做了薯片。不管怎么样，最终我还是拿下他了。我说服这位丈夫，也不总是丈夫啊，但通常都是丈夫。我说服他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他是一家之主，是家里最有智慧的人，只有他才能协助医生。我通常会对患者的丈夫说，我找他是因为只有他才能理解我的话，但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只不过因为我这样对他说，他就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如果医生只是一昧地责骂患者的家人什么都不懂，就不要指望他们会懂了。医生只有把患者的家人拉到自己的阵营，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这对于患者康复来说很重要。但是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或者母亲患了强迫症怎么办？这样是不是就更困难了？对的，很难。您之前谈到过广场恐惧症和焦虑症，但是如果有人患上了并发强迫症，您会如何解决呢？尤其是对于那些患病多年的患者，我知道您有一套独特的解决方案的，对吗？确实有一种办法，我管它叫领悟，它确实很有效果。还记得上次我们 BBC 访谈中的那位患者吗？我们第2章曾经讲到，他深受强迫症折磨长达9年。用他的话说，他试遍了我在书中所讲的每一种治疗方法，但都没有康复。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收到了他的一张贺卡，上面写着，感谢您给我的头脑带来了宁静。那是一张十分漂亮的卡片，
我把它摆放在我的梳妆台上。我们应该告诉患者，强迫症是由心理疲劳和情感疲劳引起的，它只不过是疲倦的头脑里产生的一种不断重复的想法而已。首先，我会让患者明白自己病症背后的事实，让他们看清自己的病症。比如有一位女患者，她在1天之内会清理好几遍家里的冰箱。你想一想，清理一遍冰箱就够累人的了，更何况要把里面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好几遍。我告诉她，在冰箱里这么低的温度中，根本没有什么细菌可以存活，所以不用担心它们会伤害到自己和家人。我让她什么也不管，跟着我练习领悟。想想在冰箱那种环境中，根本没有什么细菌可以存活下来这个事实，就算只想1-2分钟也可以。就在这短短1-2分钟的时间里，他就能发现一个事实，即冰箱里没有能伤害他的致病细菌。当然，我也知道思考完毕，他立马就会又陷入之前那种强迫性的想法之中。尤其是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因为这些强迫性想法出现得太频繁了，所以他们会自动从他脑海中那些陈旧的痕迹中嗖嗖地浮现出来，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我也曾提醒他注意这一点，我说，就像你每天练钢琴一样，坐下来练习领悟，慢慢的，你自然就会相信并没有什么细菌可以伤害到你。刚开始我监督你的时候，可能疾病就会又找上门来，这时你要做的就是坚持练习领悟，即使每次就那么2-3分钟，长此以往，你就会在脑海中建立起一个正确的看待问题的方法。最后，在你康复之后，你就会发现强迫症只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并没有多么可怕。你甚至会觉得之前那么害怕很是可笑呢。你还记得2年前咱们做 BBC 访谈节目时的那位女患者吗？她当时就诊的医生还建议她做脑白质切除术。玛丽安，我和那位患者只见过1次面，之后我们都是通过电话和录音带的形式联系的，而且从英国到澳大利亚的国际电话费用非常高昂，但是她最终还是痊愈了。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寄给我卡片的那位女士。所以你看，领悟是多么重要。但是这些患者也很需要一位对领悟很认同并且很了解的医生，愿意分析强迫症背后的真正原因，并且能够协助患者坚持练习领悟，以确保患者康复。一般治疗师会使用大量药物来治疗强迫症，但其实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不依赖药物。我觉得受神经症折磨很多年的患者朋友们，除了会感觉很沮丧以外，自尊心肯定也会受创吧？对的，没错。我记得在您的一本著作中，有一位患者是这样问您：威克斯医生，我的病总不好，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别人那么坚强啊？当患者的情绪因疲劳而被过分夸大的时候，他们会对脑海中出现的所有想法做出反应。我在之前的书中也提到过，有时候患者会感觉自己似乎连小孩都不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患者会觉得自己是个软弱的人。他们太容易受他人影响了，太容易因为别人的言论而自我否定或者自我贬低，于是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思想和感觉之间短暂甚至是一闪而过的联系，使患者陷入了困惑之中。就是这种思想与感觉之间的联系，使患者觉得即使是小孩子也比他强。这个时候，患者的自信心免不了会大打折扣。
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跌倒了再爬起来之后，自信心才会增强一点点。最终患者肯定会感觉到，这才是我，这才是真实的我。这种满满的自信感可能只会持续那么几秒钟，随后就又消失不见。这时候不要着急，要抱着不在乎的态度，自信的感觉消失了，就让它消失吧。只要坚持，最后自信肯定会建立起来的。那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就消失不见了。到那时候，患者不仅恢复了原有的自信心，还会获得在困境中能自我拯救的自信心。在某期电视节目中，我问一位患者是否开心，他回答，当然开心了，没有经历过地狱的人是体会不到天堂的美好的。这确实是大实话。同样，只有经历过没有自信的时刻，才能领略到自信心是多么重要。我们不是生来就拥有自信的，自信都是后天培养起来的。很多看起来自信的人，其实是自负而已。真正的自信，只有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才能慢慢建立起来，而且永远不会离开你。实际上，神经症患者都在与疾病做多年斗争的过程中磨练出了一股勇气，不是吗？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患者通过这场长期的斗争变得非常勇敢。是的，他们确实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一群人。他们都是在自己患病的时候与病魔做斗争，并且最终战胜了病魔，实在是勇气可嘉。其实这也是他们获得勇气的一个好机会。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懂得了内心的力量是什么，也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懂得了什么叫拼搏，同时他们也明白了什么才是人世间的美丽，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平静。帮助那么多人从疾病的痛苦中走出来，一定会耗费您不少精力吧？有那么多人需要您的指导与帮助，您觉得自己压力大吗？您工作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感觉特别累？不会的，玛丽安，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永远不会感觉到累。在工作了一整天后，刚坐车回到家，往往就会有患者打电话过来，我都会先接通电话，和患者讲完才去吃晚饭，而且那也花不了多长时间。你看，我现在已经80岁了，身体还是很健康的，不是吗？实际上您到现在还是很忙的，因为您还要写书。您已经出版了4本有关神经症的书了吧？最新的那本叫《更多焦虑症的自救方法》，对吗？对的。您发现没有，现在一些医生也在听您的讲述呢。我知道您的患者肯定会听您的讲话，您也在美国和英国做了不少讲座，您因此都没有太多休息的时间呢。但是您注意到有很多医学专家也在听您的讲话吗？是的，我注意到了。我经常会收到患者的来信，说医生推荐他们来看我的书，也有一些医生给我来信要我的录音带。现在很多精神病医院都在使用我的录音带，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整整花了20年啊！玛丽安，我的理论才被大众广泛接受。当时美国恐惧症协会，他们成立于1980年，1990年改名为美国焦虑症协会，2012年再次改名，即现在的美国焦虑症与抑郁症协会。他们曾邀请我作为客座嘉宾，在年会上讲解我的理论。在座的听众都是心理医生和精神病专家。虽然过了这么久，人们才接受我的理论，但是最终只要被大家认可了就好。我的理论被大家认可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这套理论确实会带来很好的治疗效果。如今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很多医院都采用我的方法治疗神经症，英国也是如此。
社会上也有很多自发组织的小团体，运用我的方法来治疗疾病，他们也会给我写信来请求我的帮助。最近我收到了一位女患者的来信，我以前给你看过她的照片，是一位很可爱的女性。您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再次分享一下那位患者的故事吗？好的，她是一位遭受广场恐惧症折磨多年的患者，已经好多年从未离开家门半步。上周她给我寄了一张自己在布莱顿海滩上的照片，并且写道：维克斯医生，您看看，这都是您的功劳啊。这是她患病之后多年以来第一次去海滩。照片上，她搂着她7岁的儿子，他正低头看着脚底下的海浪。这是小男孩第一次看海，他兴奋地和浪花嬉戏，母亲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这就是上周刚发生的事情。对的，有很多患者恢复健康之后都很快乐地生活着，所有患者都理应得到这样的生活。看到患者这么开心，您自己肯定也很开心吧？当然了，玛丽安，当一个人步入老年后，似乎自己以前有多快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一生你都做过什么事，帮助他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能够让你平稳地度过老年生活。一直以来，我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他们一直在我身边给我无限帮助。尤其是在英国，我要特别感谢3位一直以来帮我干活的人，是他们帮我把那么多那么重的录音带和书籍运送到邮局，发往世界各地。无论风吹雨打，他们20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岗位上，从未离开。我很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在这里向他们表达自己的谢意。其中有一位女士，她负责我们的清洁工作，我习惯称她为纽特夫人。十分感谢纽特夫人，不仅是我，世界上很多人都很感谢你。非常感谢威克斯医生，也感谢你，玛丽安，感谢你们给我这次访谈的机会。1983年，在纽约市怀特平原医院的讲座，我在第1章中就提到过，我的这一套治疗理论和当时正统的心理治疗不同，不被医生们所接受。而现在1989年，它已被广大医生以及治疗师所接受与借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整整奋斗了25年，而且是孤身一人。当然，这里专指理论发展，一路以来在其他方面帮助过我的人很多。很多时候，当我安慰那些抱怨自己不被家人和朋友理解，感到孤独的神经症患者的时候，我除了会告诉他们和神经症做斗争本就是很孤独的，还会说一句话，就是研究这一套治疗神经症的方法的过程也是很孤独的。多年以来，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女版的堂吉诃德，我的理论就是我手中的那把长矛。虽然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我很孤单。所以当我得知位于纽约的怀特平原医院对我的理论感兴趣，并且接纳以及借鉴时，我感到十分开心。正是因为怀特平原医院恐惧症科主任曼纽尔·赞恩和其他心理医生对我的支持，我的作品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我和赞恩医生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认识的。之后在1977年，我们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关于精神病治疗大会上再次见面。自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互相欣赏以及学习对方在医学方面的理论与成果。所以1983年，当我在从英国回澳大利亚的途中，
得知怀特平原医院邀请我去开一个讲座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理论也受到了位于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临床精神病学的罗伯特·杜邦教授的赞许。我和杜邦教授是在美国恐惧症协会上第一次见面，当时他是该协会会长。这个协会旨在探讨焦虑症以及恐惧症的现代治疗方法。美国恐惧症协会始建于1980年，且发展势头良好。现在他支持的临床分支机构已经覆盖美国各州。我对以上提及的精神科医生，尤其是对赞恩医生以及杜邦教授表达深深的谢意。您好，我是赞恩，也就是本医院恐惧症科的主任，很高兴再次和威克斯医生见面。威克斯医生让我想起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1977年的会议上，当时我对威克斯医生的见解记忆很是深刻，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赞同。当时大家似乎都还没有看到威克斯医生见解的正确性。我觉得威克斯医生真的可以成为精神病治疗领域里的开拓者。值得一提的是，这么多年来，很多来到我这里的患者会提到他。我第一次对威克斯医生的理论有进一步的了解，还是源于我自己的一位患者。当时我刚从恢复中心回来，整天和身体有缺陷的患者在一起。我正打算以我在恢复中心观察到的情况为素材来做研究。我的那位患者就向我介绍威克斯医生的著作，我记得那本书是焦虑症的自救系列的第1本，于是我就找来研读。我真的是被威克斯医生独到的见解以及人性化的治疗方法震惊了。其实我当时对书中的内容的理解还是很不到位的，因为我本身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接受过专业技能的训练，所以我深知威克斯医生的方法是独辟蹊径式的，与传统方法不同。他本身就经历过神经症的折磨，所以他说的话都很接地气，而不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他善于聆听患者的心声，对患者朋友的苦痛感同身受。我也明白，这就是威克斯医生出色的一点。经常有患者告诉我说，他们读过威克斯医生的著作，我就问他们，你们觉得如何？他们回答，我从来都不相信有人会理解我的苦痛，但是威克斯医生说的话句句深入我心。我对此也非常赞同。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威克斯医生来到我们医院，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就不耽搁时间了，让我们热烈欢迎威克斯医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谢谢您，赞恩医生。在我得知要来这儿举办讲座的时候，我以为是和10来个人一起进行对话与答疑，我想着不用准备稿子，所以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当我来到这儿后，我住在布朗市区的一位朋友，这几天我就在他那儿暂住。他告诉我说，报纸刊登了我要来怀特平原医院开讲座的消息。报纸上说，威克斯医生将来怀特平原医院开讲座，为人们答疑解惑。我心想，天哪，好隆重啊！我并没有准备任何稿子，怎么办？我是那种通常会在讲座之前把稿子准备好的人。大家都知道比利·葛培里的故事吧？他在他早期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就算自己在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有重要人物的场合，他也得提前5分钟再次熟悉一下要讲的内容。虽说提前准备不难，但是考虑到在2天之内我还要倒时差，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假想我旁边坐着一位患者，
他会和我交流，我和他在很多访谈中都一起出现过。我就假设这位患者他的名字叫杰西吧，他就坐在这里。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大家看不到杰西的正面，但是这也不会对我们的讲座有多大的影响。好的，我们现在开始吧。杰西对看医生是抵触的，也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因为他坚信没有医生能够治好他的病。你们知道，杰西在看了很多医生无果之后，对看医生产生了抵触心理。杰西，你说对吗？之后，她丈夫在图书馆无意间看到了我的书，读完之后，心想，这不就是杰西吗？里面说的症状和杰西的一模一样。所以他就把书拿回家读给杰西听。杰西听着听着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于是就饶有兴趣地把它读完了。读完之后，对她的丈夫说，我想去见见这位医生，所以她丈夫把她送到了我这里来。对吗，杰西？当时杰西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感到十分恐惧，他的手不受自己控制，把手里的面巾纸都撕成了碎片。我用镇静的语气对杰西说，杰西，你听我说，如果现在我有一根魔法棒，你最想让我帮你把什么东西变没？杰西说，请让我不再害怕就好了，威克斯医生，我一天到晚都提心吊胆的，而且我们家除了我丈夫还有2个孩子，平时我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威克斯医生，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以前我看过的医生都说我很健康，但是我知道我并不健康，我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我真的好累，甚至呼吸都感觉很费劲。早上醒来也没有力气起床，我真的很累，再加上我又整天郁郁寡欢，感觉头上老有一条绷带把我勒得死死的，就算大力士也解不开它。还有小孩子，我们家老二约翰才2岁，他只会大哭大闹，搞得我很崩溃，感觉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拽着不放。加上老大玛丽今年5岁，经常跑得不见人，我想起身出去找他，但是我的双腿好像果冻一般，根本没有力气，甚至一站起来就会跌倒。还有早上起来洗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虚弱的都站不稳，随时会跌倒的样子。威克斯医生，您说我会不会突然跌倒在水池旁边？杰西，你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多久了？自从老二出生以后，我就这样了，大概已经2年了。你以前从医院回到家，就得立刻去照顾孩子或做家务吗？没有一些时间休息吗？对的，也没有人帮我。你妈妈没有过来帮帮忙吗？我妈当时住院了，正准备做子宫切除手术。也没有姐妹吗？没有，我是独生女。当孩子在晚上闹的时候，我丈夫会起来看孩子，但是最后还是得我来看，因为孩子基本都是半夜饿了才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半夜起来喂奶，还有孩子经常半夜哭闹，把我弄成了这样。可是我在想，我这个样子是如何照顾孩子的呢？杰西，那现在家里有帮手吗？没有。你能不能给自己放2周的假，先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了？但是威克斯医生，我能去哪儿呢？我哪儿也去不了。这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杰西的情况。你看，他已经陷入疾病的深渊，自己一个人根本出不来。但是
我想告诉您，威克斯医生，我以前根本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很能干的，我除了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能把2个孩子照顾得好好的。我把老2送到幼儿园，之后再接玛丽放学的时候，还能把伊丽莎白，是我朋友的女儿，一起接回来。但是现在我不行了，玛丽都是伊丽莎白的妈妈每天接送。威克斯医生，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就是这些生活中的事情，让你觉得力不从心吗？还有什么让你忧虑呢？还有一些奇怪的想法。杰西，你能举例来说吗？就是有时候我在球场和大家一起看球赛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但是威克斯医生，原谅我说不出口。没事儿，你可以的，我不会觉得奇怪的。杰西，你说吧。如果我在街上看到修女，也会产生奇怪的想法。刚刚因为麦克风的问题，考虑到后面的观众可能听不到，我重复一下杰西说的内容。刚才杰西说，他不管做什么，心脏都突突地跳。当他洗脸的时候，就感觉强烈的心跳声似乎在撞击着洗脸池。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也会出现心悸。他会感觉自己的脑袋似乎像钟摆一样，在枕头上摇摆不停，镇定不下来。他还说，一点点事情都会让他心烦意乱。于是他觉得必须找到自我放松的办法。最后他发现只有安眠药能帮助他，或者是和贴心的朋友聊聊天也可以。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彻底解决他的问题。之后杰西还跟我说了，他真的很累很累，早上醒来都没有力气起床。杰西，虽说你丈夫对你还是挺理解的，但是他肯定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累，对吧？没错，威克斯医生，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累，他就是理解不了，没办法。杰西的丈夫啊，看到家务有很多都没有做，看到床铺不是那么整齐，晚饭准备的也不怎么样，就会想，杰西一天也没干啥，怎么能那么累？同时杰西自己心里也不好受，甚至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很不称职。我也跟他解释过他出现的那些症状是怎么一回事，比如头痛、胃不舒服、体虚、手抖、肌肉乏力、焦虑、心悸、盗汗，以及早上醒来老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杰西，你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你以前也跟我说过，自己早上醒来会有不好的预感，对不对？还说过你得一直自我安慰，告诉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对吧？对的，威克斯医生。我见过很多像杰西这样的患者，所以说杰西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他们身上出现的那些症状都是由压力造成的，而且他们通常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体内的器官正常释放一种具有抗压作用的化学物质，我们是可以承受很多压力的。但要是人体一直处于压力之下，得不到放松，最终这种化学物质会慢慢的枯竭，这时候人体就很容易受到压力的冲击，并且会出现一些症状。如同杰西那样的患者，也就是大部分家庭主妇患者，从医院回家的时候还要带着孩子，他们虽然快累得不行了，或许他们刚刚在医院还检测了一下血红蛋白，含量确实有点低，但是在回到家之后，要是半夜孩子哭闹，还得起来喂奶，这让他们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丈夫去上班后，还要独自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这种情况可想而知。现在我几乎都忘了自己多少岁了。对了，我都已经80岁了。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也很享受大家的掌声，因为我觉得对自己这么大岁数的人来说，我的状态算是很不错的了。言归正传，年轻的杰西为什么这么累？原因是他体内分泌的有抗压作用的化学物质快要枯竭了，而他的身体却十分需要那种化学物质。我也向他解释过这个原因，我告诉他，其实这就是他疲惫的根本原因。他并不是患上了什么心理疾病，也不是变得不正常了，他很正常，也很健康，只是体内缺乏那种化学物质了，而且他吃的也很少。杰西，因为你食欲不振，在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家人都会盯着你的盘子，示意你把自己的那份吃完，但是你不喜欢这样，于是你很少和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总是独自躲起来吃一点，把剩下的都倒掉。其实食欲不振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体的所有器官都是互相关联的。当身体中任何一个器官出现问题时，胃也会不舒服，所以我们就不想吃东西，而这时候正是身体需要食物、需要营养的时候。营养充足，我们的身体才能分泌出那种我们急需的化学物质，从而才有资本抵抗压力。但实际情况是，每天你就只吃一点点东西，比如在玻璃杯中打一个鸡蛋，搅拌之后喝下去就完事，对吗？你看，你就没有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啊，所以以后就要多吃点，摄入足够的维生素。我相信你，杰西，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我还向杰西解释了压力造成病症的过程，还有他为什么会产生恐惧感。他会经常性地出现恐惧感，所以体内的神经已经发生了敏化作用，而经历敏化作用之后的神经会使他对各种事物的反应都过于强烈。例如，有个小女孩在傍晚的时候趴在窗口观察她爸爸是否回来了，她爸爸往往会在外面喝得烂醉，然后回到家对妈妈大吼大叫，甚至大打出手。所以小女孩一旦听到爸爸回来的脚步声，就会吓得立马躲到床底下。即使爸爸还没有进门，只要听到他和邻居说话的声音，小女孩就会心跳加速，迅速躲到床底下。最后，只要小女孩往窗口上一趴，尽管她没有听到爸爸和邻居说话的声音，她都会条件反射似的紧张起来，甚至会出现幻听，似乎听到爸爸关车门的声音。你看，这个小女孩已经被她爸爸吓坏了，神经变得过于敏感，专业点来说，也就是神经回路带动的强烈反应。要是神经不会被敏感，也不会被任何激素激活，要是我们不管遇见什么事情都镇定自若，那么焦虑症可能就不会存在了。但事实是，人体的神经不可能不受什么事情刺激，神经回路肯定会带动情绪出现强烈反应，所以那些紧张感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向患者进发，从而一丝丝的忧虑就会变成极度的焦虑，恐惧感也随之累积再累积，最后杰西就会被这巨大的恐惧感吞噬掉。这时候杰西的情况就不妙了，一点点细微的情绪在杰西这里就会被扩大化，比如那些之前不会让他动情的电影，现在却能让他泪流满面，而小小的开心就会让他欣喜若狂。人在这时候都会控制不住自己，而且大多数会认为自己疯掉了，
其实只是自己的神经发生了敏化作用。极度敏感的神经会让人体内的激素枯竭，从而使人感到精疲力竭，身心俱疲。甚至有些患者会因此产生轻生的念头，因为熬过一天对于患者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这些患者只是对自己的疾病十分困惑而已，他们本来是有康复的勇气的，也心存希望，对孩子的爱也让他们想要变好，但是就是因为对疾病的困惑，使他们面对疾病不知从何下手。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有一天能找到一位医生，告诉他们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指导他们如何才能战胜病魔，而不是只给他们服用镇静剂或者抗压药。对于杰西，我就做到了这些。之后我也没有忘记和所有病人会面对的最后一步。我对杰西说，现在在回家之前，请你用自己的话把我想让你做的事情说一遍。因为在杰西回家之前，我想知道他是否对我所讲的话都准确理解了。如果患者理解了的话，就会说，您想让我接受所有那些奇怪的想法，同时也要接着做我该做的事情。对的，杰西，我想让你主动地去接受所有那些想法，不要想着去强忍，因为强忍只会让你更加紧张。已经快要枯竭的肾上腺素就会真的枯竭。杰西，你要做的其实就是放松你自己。比如坐在椅子里的时候，就这样往后一仰，并且告诉自己，不管身体出现什么症状，我都会主动的去接受的。即使是那些脑子里闪现的恐怖画面，也要去接受吗？当然要，但是如果你的状态十分差，累得不行，我认为还是应该让别人暂时代替你照看孩子。你可以休息几天，在这种时候，休息对你很重要。休息会使你重拾对康复的信心与勇气。在他走之前，我又问了一句，杰西，明天11点30分，你将会在哪里？那时我会在家里。然后我就呼叫我的秘书筒，在他进来之后，我告诉他，明天11点30分，请提醒我给杰西女士打个电话。当时杰西惊奇地看着我说，威克斯医生，明天11点30分，你真的会给我打电话吗？一定会的，杰西。我每天都会给杰西打电话，直到下周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这对我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等下周2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让他试着去街上走走，或者走到街上某一个地点，比如邮局，然后再转回来等等。还有在大多数广场恐惧症患者回家之前，我都会让他们去1楼的药店买一包软心糖豆上来，而且我只让他们走楼梯，从不让他们坐电梯去。最后药店老板都摸清了，已经提前把软心糖豆一袋袋的打包好了。有一天，那个药店老板对我说，威克斯医生，您用药可真有趣，我发现您所有的病人都来买软心糖豆呢。那些在来我这里之前自认为出不了门走不了路的患者，经过我的治疗后，都可以自己一个人到1楼去买东西，然后再爬楼梯回到4楼了。通常我都会在我的办公室里放一些我自己的书，以便早到的患者在等待期间阅览。还有的患者会把书借回去看，这样等他们下次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用再次赘述一些基本概念了，因为书中都有详细介绍。之前我接待了一位美国患者，他在领事馆工作，有个周五他来找我，走的时候带走了几本书，然后在下周1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
他是一位和我预约好了周2见面的患者，现在提前打电话跟我谈一下。他说，威克斯医生，我读了您的书之后，觉得周2咱们可以不用见面了，因为我已经好了。我说，那就太好了，我一会儿就取消预约。不，先不要取消预约，我老婆因为我都震惊了，她想跟您见一面。今天晚上我本没有打算要做演讲，所以没有准备演讲稿，实际上也没有进行任何演讲。但是通过我的这个情景再现，希望大家能够从杰西的案例中有所收获。现在大家可以向我提问，我会一一作答。威克斯医生，刚才您正准备给我们讲杰西的一些奇怪的想法，但是麦克风出问题了，我们这边没听到。能请您再说一下，那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吗？是吗？哦，对，我记起来了，其实就是一些奇怪的想法。你想啊，如果一个人整天把心思都放在自己身上，神经症患者就是这样，他的思想肯定会有些奇特。实际上，患者也在琢磨自己的想法到底有多奇怪。他们会想，我是不是疯了？我怎么可以那么想？我还会变得更奇怪吗？任何东西在他们眼里都变得很奇怪。比如看到女人鼻子底下有一点点阴影，他们就会认为那是胡子，然后心想，那个女人是不是男人假扮的？生活中的一点小事情，在患者那里就会变得异常戏剧化，然后患者就认为，我或许真的疯掉了。所以神经症患者不要相信那些想法是真的。就像你在看一部悲伤的电影时，因为敏感而大哭不已，你看到的事物都变得怪诞不已。要坦然地去接受它们，不要害怕，它们只是一些想法而已。对他们的恐惧会阻碍你的康复。既然说到患者会产生奇怪的想法，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下患者在康复的过程中会产生的另外一种奇怪想法。那就是当患者感觉自己正在好转，内心宁静下来时，会觉得这种变好的感觉来得太突然，让人有点不适应。有位女患者就说，我倒觉得我更适应患病的状态。现在这种宁静期待发生点什么的气氛让我有点不自在。它让我想起了我在爱尔兰乘坐火车时遇到的一个当地的小女孩。当时阴雨连绵，已经下了好几周。那天突然天空放晴了，于是我就把我的座椅往有阳光的地方挪，而那个小女孩却和我正好相反，哪儿没阳光她就往哪儿去。她满脸歉意地对我说，我讨厌阳光，太阳出来真是让我不习惯。神经症患者的恢复过程和阴雨连绵之后出太阳是一个道理。患者可能对自身渐渐恢复的状况有些不适应，这时候千万不要回避，而要这样想，我绝对不会像那个爱尔兰女孩那样，我不会逃避的。不要害怕，这时的宁静就像是雨后的阳光一样，要学会享受。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适应，有时候甚至会想，康复之后我要承担那么多的责任，我觉得我做不到，我都不想康复了。患者这样想，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仍处在患病状态中，还没有完全康复。他们觉得自己不能面对康复之后的一系列事情。但是不要害怕，康复并不会像大家所想的那样带来很多压力。
而且短时间内迅速康复的例子也屈指可数。通常情况下，康复是需要大量时间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这个过程中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应，但是患者也应该接受康复过程的每一种感觉。要知道，每一天你都变得更好，康复的根基每一天都在增强。你建立的这个根基，在经历所有奇怪的感觉之后，就会发挥作用。也就是那些经历让你变得更加强大，甚至康复。康复之路上的障碍，其实就是最坚强的根基。所以，当你遇到障碍的时候，千万不要灰心，要知道它们是康复的基石，会使你变得更加强大。你遇到的每一个障碍，都是一次让你好好锻炼自己的良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克服障碍，走向康复，到最后不管还有没有障碍，对你来说都已经变得无所谓的时候，你就真的康复了。当然也不要被我所说的障碍吓着了，我现在就是告诉大家具体如何应对这些障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在你认为你已经康复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你面对某些压力时，你还是会出现之前的那些症状，它们让你再次想起你曾是一个神经症患者。这时你肯定会惊慌失措，你本以为康复之后就再也不会出现以前的那些症状了，但事实并非如此。面对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惊慌，也不要逃避。但事实上，大部分人会乱了阵脚。我见过很多，要是我正好在他们身边的话，我肯定会大喊：请保持冷静，别被吓跑了。请仔细看看情况，你只是出现了一些紧张的症状罢了。当你突然听到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你也会出现这些症状的。比如，当你得知女儿在学校表现优秀，门门是优的时候，你也会心跳加速的。只不过，在不同情况下，它们对你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紧张的时候，安静下来，仔细地分析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症状。等到看清楚只不过是以前的老症状又袭来的时候，不要惊慌，不要被吓到。这也就是赞恩医生教给大家的情景疗法。不要被症状吓跑，冷静下来，仔细观察，然后再解决问题。弄清楚之后，就要做好完全接受的准备。不管症状会持续多久，都要坦然接受，直到症状慢慢消失。他们对你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康复的关键正在于此，而不是症状突然消失。在症状来袭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这种感觉：我很了解他们，我之前就经历过，我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可怕。这时候，康复的阳光就会照耀着你，康复之路就会在你面前铺就。在大家提出下一个疑问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在多伦多的一家医院发生的故事。当时那家医院的主管写信来说：威克斯医生，我们想把您的某些话语印在将要分发给患者的圆珠笔上，在此询问您的意见。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答应了。后来他们还送给我一支圆珠笔，上面印着：让你产生恐惧的事情和地方，都隐藏着康复的希望。事实就是如此，并不是说你逃离自己害怕去的地方的能力越强，就会恢复得越快，也不是说你尽可能毫不恐惧地走出家门越远，就越接近康复。如果你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康复，那就大错特错了。康复的希望其实就隐藏在你害怕的东西上，
而你要慢慢学会对那些东西不再那么在意，这样才会康复。你要相信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尽管手抖、盗汗、心悸，只要你怀着一颗主动去接受所有这些症状的心，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受到它们影响，那么你照样可以做好每一件事。所有神经症患者都要把主动接受几个字牢记在心。在大家提问之前，我还想再说几句。我已经讲到了很多关于不同症状以及奇怪想法的案例，现在我还想要更详细的说一说，那就是伴随着神经症症状出现的一些体验。这些体验不仅外观为症状，还是一种优柔寡断、缺乏自信的心理，一种内心无比空虚的感觉。因为遭受那么多症状的折磨，患者早已没有多余的心思去关心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全身心都在自己身上，但是自己内心又感到无底深渊般的空虚。我认识一些患者，他们试图摆脱这个陷阱，于是开始疯狂地数数，1、2、3、4、5，这样试图想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唉，可怜的患者朋友，总是试图玩一些小把戏，你们一定会被这些人的处境所震惊。他们中不乏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不管是谁，只要处于患病的痛苦中，都会觉得自己疯了。而要想康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不要去抗争，一定要泰然处之，让脑子里的想法自由飞翔吧，不要强迫自己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这样你的神经才会不知不觉地放松下来。只有放松下来之后，思维才会再次活跃起来。大家都知道，劳累会使人的思维呆滞。我在最后的医学考试后也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请问威克斯医生，与心理原因相比，您认为有多少是内分泌失调造成的？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神经症是首要原因，其次是内分泌失调。而且神经症被治愈后，内分泌失调会自动好转的。这里我所说的神经症是指焦虑症，不管是否伴随恐惧症和强迫症，不包括那些由内分泌失调造成的某些疾病，比如躁狂抑郁症和产后抑郁症。有很多来自美国的患者朋友给我写信求助，说他们之前是靠镇静剂和抗压药物来解决自己的内分泌失调问题，并且医生告诉他们，可能他们的余生都是依赖药物了。但是我向这些患者解释了他们的疾病的真实情况，并且为他们制定了相应的康复计划。之后他们不依靠所谓的药物治疗，也最终走向了康复。所以在这里我再强调一次，只要神经症治好了，内分泌失调问题随后就会自动得到解决。维克斯医生，请问您可以再次解释一下经皮力竭是怎么回事吗？您之前也说过，杰西那位眼型的患者出现过这种情况，或许是因为刚生完孩子，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情。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您可以简单谈谈您是如何帮助这样的患者的吗？是让他们加强锻炼、注意饮食呢，还是说和他们好好聊聊呢？也就是说，如果有位患者对您说，我已经没有任何气力了，我没救了，您会如何做？首先，我会找出患者如此疲惫的原因，因为有很多因素都会造成疲惫，比如贫血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
糖尿病、肺结核等。首先呢，要对患者做一个全面检查。如果没有发现器质性原因，那么我就会进一步求证患者是否处于某种压力之下，比如家庭给他们带来的持续性压力，天天和一个令人担忧的人生活在一起，肯定会身心疲惫的。又或许是其他家庭原因导致的担忧。总之，担忧这个因素不可忽视。整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的人，是很难体验到精疲力竭的感觉的。所以第一步就是查清楚患者精疲力竭的根源。只要发现一个问题的根源，其余的就很好办了。要摄入足够的食物和维生素，不需要过量，只需适量就好。然后注意不要再像以前那样躺在沙发上无所事事，最好出去走走。就算刚开始需要别人扶着，或者需要拐杖的帮助，当患者走出家门，来到大街上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会油然生出一股自信。于是你会发现，患者在没有外在的帮助情况下也可以出去了，而且能做一系列在以前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信心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只有通过努力才可以获得自信，增强自信。努力和自信是相辅相成的，信心是要靠自己获得的。只要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算是已经感到精疲力竭的人，也照样可以做得很好。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吧，以前我做过一次大手术，做完手术之后，我必须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根本没有休养的时间。做完手术，我得回自己的房间。当时我的房间在山顶处，我站在山底下心想，我怎么才能上去呢？感觉自己浑身没有力气，我肯定上不去的。因为那次手术真的耗费了我不少体力，我差点再也无法从手术台上下来。当时他们给我进行了2周的静脉注射，这对于静脉注射来说，时间确实是很长。之后我的体重就骤减，但是不管怎样，那晚我还是拼尽全力地回到了房间。我回到卧室之后，秘书端来一杯咖啡，还有一些烤饼让我吃。大家知道吗？在那段时间里，一天的傍晚到来之时，尽管我已经工作了一天，但我却感觉状态良好。反倒是早上起床后，我感到特别疲惫。1周之后，我的情况就好多了，2周之后我就痊愈了。如果当时我不去工作，整天躺在家里，把心思都放在自己身上，我到底能干些什么？这个可以做吗？那个可以做吗？那么我可能就只能想想了，什么都做不了。不知道我这样的回答是否能让你满意？您的回答很棒，我想很多人听了您刚才的故事都会获益匪浅的。威克斯医生，您能给年轻人提一些关于如何面对自己恐惧的东西的建议吗？您说过，实现康复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自己害怕的东西，但是我的一个朋友实在是太害怕了，根本做不到。你说他应该怎么办？他今年多大了？19岁。之前他没问题吧？以前很健康啊。患病多久了？应该有8年呢。已经8年了呀。我觉得他需要一个对他的疾病有深入研究的医生，能发现他的问题出在哪儿，了解他在想些什么，了解他对自己的状态的看法，并鼓励他重拾战胜病魔的信心。之前我治疗过一个有类似情况的女孩，她以前在一所精神病医院治疗，但是无果，最后医生建议她回家，说根本没救了。后来这个女孩来到了我这里，我每天早上都去接她，带她去我的诊室。
当时我是一名内科医生，甚至有时候在周末我也如此。经过1年的治疗之后，这个女孩恢复了正常生活，并且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虽然她患有风湿病，但是这并不影响她使用打字机。还记得之前在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躺在床上，甚至都不愿意看我一眼。她虽然按时吃饭，但是不想做任何事情。最后我凭借自己的耐心说服了女孩接受我的治疗。现在那个男孩如果能遇到一位有耐心且非常愿意帮助他的医生，能够说服他做些什么，那么他一定会康复的。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了，现在我只能建议你为他找一个能给他特殊关照的医生。恕我不能身体力行，非常抱歉。请问威克斯医生，在出现很严重的恐惧画面闪现的状况时使用的镇静剂，这样会不会对康复有所影响呢？情况因人而异。我一直都在强调镇静剂的使用是因人而异的。患者老是去想那种让自己产生恐惧的画面闪现的地方，用俗话说就是把自己的头往石头上碰。如果累了，就不要再去折磨自己，最好还是借助镇静剂让自己休息一下。有时候就只需要短短的1天，或者好好休息1晚上，患者就能恢复体力，并且重拾康复的信心。这就是要使用镇静剂的原因所在。但是有时恐惧画面闪现对于患者来说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患者才能学会飘然，然后看清楚那些恐惧感的真实面目，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会害怕。换句话说，就是它能让你掌握面对恐惧闪现的方法，就是放松自己的身体，彻底地接受所有的症状。我之前也说过，康复其实就是在苦海般的病魔的另一面，而不是患者现在所处的这一面。所以我才一直说，使用镇静剂要因人而异，不可乱用一通。请问威克斯医生，我妈已经患恐惧症长达50年之久，您说像我妈这样年龄的患者想要康复还有可能吗？肯定可以的，只要救治方法正确就没有问题。她平时一个人在家吗？空闲时间都做些什么呢？对的，她一个人在家。那你母亲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你最好给她找一位耐心的医生来帮忙。如果你能让你母亲多出去走走，和其他人多交流交流，那就更好了。照你母亲的情况，多和他人沟通是很有必要的。开始阶段最好每天都和别人聊聊天，不应该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出来。他会经常和别人打电话。但是和他打电话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乐观积极向上吗？他们会不会对你母亲有所帮助呢？你认为他们能帮助你母亲找一群聊得来并且对她病情有好处的人吗？我母亲不太喜欢和陌生人聊天，她更愿意和家里人共处。你看，你母亲已经习惯和家里人在一起，而不喜欢和外界交往了。她和你们住一起吗？没有住在一起，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母亲就独自生活了。我觉得如果能和很多同样年龄的老人住在一起，你母亲会好很多。之前我有一位患者，刚开始他很抵触去养老院，但是最后我说服了他。后来我抽空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我送到这里来？在这里每天都有人陪我玩桥牌。所以对于你母亲的情况，我就在想，是不是也送到养老院会比较好一点。我并不是指那种除了吃饭睡觉不让干任何事情的养老院，而是那种充满生活气息每天都有各种活动的养老院。反正
让他独自生活一定没有任何好处。请问维克斯医生，广泛性焦虑症和恐惧症的区别是什么？广泛性焦虑就是指不管在哪里，不管看见什么东西，都会感到焦虑。有时候面对某些恐惧也会产生焦虑，但是在战胜了某个特定的恐惧源之后，紧接着又会在别的地方再次被它吓到。如果无法解决神经敏化的问题，患者将永远处在一种焦虑状态中，不管干什么都摆脱不了。而恐惧症是针对某种具体的东西或者情况才会产生恐惧心理，比如害怕蜘蛛、害怕猫等，两者区别还是挺大的。您觉得激素和神经症包括恐惧症之间有联系吗？激素分泌失衡肯定会对人体造成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孕妇产后，这种变化更明显。我感觉我在生完孩子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神经症的前兆，您说我应该怎么办？要摄入更多的维生素吗？我认为你应该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与此同时要明白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中，并且相信自己一定会安然度过这段时期的。理解自己的病情很重要，有一些和你谈心的朋友也同样重要，同时也要去看医生，和医生聊聊自己的产后情况，因为产后抑郁症是一种独特的神经症，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我总结一下，维克斯医生的主要意思就是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十分重要。平常我们常说激素呀，或者讲心理学啊，其实对于普通患者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患者在讲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快要或者正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体内的激素难道不会发生变化吗？患者可以丝毫不受影响吗？激素当然会变化，患者也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谁知道体内的激素是如何影响患者的认知的？面对问题，患者又会如何处理？而患者的处理方式又会如何影响体内的激素分泌呢？我觉得不应该单方面地寻找病症的某一个起因，应该系统全面地看待问题。我想维克斯医生的经验也表明，只有勇敢面对病症，尝试着去接受病症，并最终意识到他们并没有那么可怕，才是康复的关键所在。维克斯医生的办法其实就是引导你不要反应过激，因为反应过激势必会导致激素分泌失调，从而使情况更加糟糕。他之前也提到过那些神经过于敏感的患者，竟然因为一点点异常误把女人当作男扮女装的男士。就算是一点点异常，都会影响到患者的正常认知，而这肯定和激素的变化有关。但激素的分泌也会因个人对待事情的态度以及对问题的方法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激素分泌是很复杂的。我想如果患者对这情况了如指掌，并且能坦然接受事实，激素分泌会因个人的心态而发生变化，他一定会控制好自己，重新回到激素分泌正常的状态。然而情况并不会想象中的这么简单。维克斯医生之前也说过，基于对病症的记忆，患者康复之后还有可能再次遭受病症的侵袭，但是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办法处理。当病症再次袭来时，患者可以这样想，这些我以前都经历过。维克斯医生也说过，这属于正常现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我现在要尽力正确地面对它。人们对于疾病的记忆也会影响到激素的分泌，所以大家可不能小看它。
我觉得现如今的医学界似乎在灌输这样一种思想：理解激素的作用原理，就能完全理解病症。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行。激素确实会影响人，但是不局限于单个人，它的影响还会波及整个社会群体。就像威克斯医生说的那样，如果患者遇到像威克斯医生这样的医生来帮他们治疗，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的整个系统仿佛被重塑了一样。这个系统不仅存在于人身上，也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所以我们要学会系统地看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需做得更好。我希望您不会介意我插了这么多话，维克斯医生。完全不介意，我很喜欢您刚才说的话。维克斯医生，我有时候会出现短暂的昏迷状态，就像是脑短路，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肮脏不堪，我感觉很不舒服。请问维克斯医生，您觉得我可以使用米洛利镇定剂吗？首先，我得弄清楚你所说的这个昏迷状态是什么。你什么时候会出现那种状态？每2到3个月会出现一次，每次会持续1到2天。你是说你会一整天都不省人事吗？其实也不是大家常说的那种昏迷，就是感觉看什么都很脏很乱。哦，那其实就不是昏迷，对吗？那只是说你感觉到周围很恍惚，不像现实而已。这可能是由自身紧张所造成的神经疲劳的一种症状而已。至于镇静剂，你也知道，每个医生都会习惯用自己了解的镇静剂。以前我在还是一名内科医生的时候用过米洛利，但是不常用。我认为血压低的人使用镇静剂需要格外谨慎，因为长期服用的话会造成血压下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基本没怎么用过米洛利，所以也没有资格说它好不好用。但你也知道，我作为一名医生，目标就是治愈患者，而且能少用镇静剂就少用。如果一定要用镇静剂的话，我就只用我比较了解的那几种，因为我对他们已经十分了解了。对于镇静剂，我从来都不敢用患者的生命安全去冒险。您可以给害怕使用麻醉剂的人提一些建议吗？我在想，现场有多少人不害怕打麻醉针？有谁不害怕做手术吗？请举手。我看到举手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打麻醉针，也不想做手术，对吗？但是人一生中难免会遇到需要做手术的情况，这时候你想知道如何才能不害怕，是吗？好的，我给你举2个例子。第一个患者是另一位医生的病人，他正在做胃切除手术。当他从麻醉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开始尖声大叫，把护士都吸引过来了。而旁边是一位老人，他是我的病人，也需要做手术。当时他对我说，轮到我做手术的时候，我可不想像他那样大喊大叫。然后我回答说，不会的，比尔，你不会那样的，因为你今天早上已经做完手术了。还有一个患者就是我表妹，她当时要生孩子。下午我去看她的时候，她问我，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为我做生育手术啊？我说，早就做完了，伊娃，你生了3个健康的小宝贝。你看，打麻醉剂的人根本就没有感觉，所以你还在害怕什么呢？打麻醉剂的时候十分迅速，效果也非常好，所以不要害怕。打麻醉剂就跟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将要睡着的时候没什么两样。请问威克斯医生，您是如何面对愧疚情绪的呢？我是如何面对愧疚情绪的？天哪，告诉你，
当你80岁的时候，回首这一生，令自己愧疚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候就得学着不要那么愧疚。有天我打起精神告诉自己，现在我要想一些我做过的好事，来换换心情。你也知道，到我这个年纪，记忆力真的很差，我几乎想不起来一件。最后我使劲想，然后写下来看看。但是我能想起来的，几乎都是自己当时不该做的一些事情。还记得在我8岁的时候，一天我看到爸爸正和3、4个人一起下船，于是我就迎上去问我爸爸要一点零花钱，我爸爸立马就给我了。但他回到家之后教育了我一顿，说我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向他要钱，因为这样他不好拒绝我。听了爸爸的话之后，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愧疚。我现在都已经80岁了，可还是会为当时的行为感到愧疚。当然，玩笑归玩笑，如果之前你犯了滔天大罪，现在你只需明白你已经不是当时的自己，不要再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了。我想每个人都会做一些令自己后悔愧疚的事情，如果时间可以倒退，我们是不会那么做的，但这个假设是不现实的。就算时光可以倒流，我们也不敢保证自己就不会再犯错误。所以我认为，成熟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接受以前的自己，并且对现在的自己好一点。如果以前犯的错误是可以忏悔的，那就更好了，那就去忏悔吧。前提是不要伤害倾听你的人。你时刻都要记住，不要一昧地向别人倒苦水，也得照顾他人的感受。如果你问我具体如何才能得到原谅，不再愧疚，我可以写一本书送给你，但是今天晚上你肯定不想读书吧，对吗？大家现在知道到底应该怎样面对内心的愧疚了吗？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能面对，但有时候就觉得不行。只要牵扯到别人，你就觉得自己难以面对，对吗？但是你能做到的就是对他们好一点。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补偿他们，可能最后你会因为老是补偿而感到厌倦，可是现在能做的就剩补偿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家中尚有老母亲或者老父亲在世，亦或是有某位亲戚患有重病，能对他们好点就尽量对他们好点。因为有句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真的到那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我有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我们经常给彼此写信或者寄卡片，对彼此非常友好，因为我们不想在对方去世后才想起应该对对方更好一些。我每次都会在信件的末尾写上一些十分友善的话语，关心一下对方。久而久之，我们之间就对彼此这样了。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请问您是如何定义完全康复的呢？在我看来呢，完全康复就是指患者虽然依然会出现患病时的那些症状，包括恐惧等，但是在患者看来，那些症状已经不重要了，患者对他们完全不再在意，这就叫完全康复。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感觉不到压力，只要有压力，患者就会记起以前的那些因压力而产生的症状。但在症状再次出现的时候，完全可以这样想，哈哈，我知道这个症状，因为我之前经历过，这个症状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这种状态就说明患者已经康复了。康复并不意味着永远不会再出现之前的症状，而是在症状再次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如何面对。请问威克斯医生，如果我已经学会了面对并且处理之前的恐惧症，也就是说之前的恐惧症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又新出现了一个恐惧症，那么这个新出现的恐惧症会不会更容易解决一些呢？对的，会比较容易解决一些。可能是因为之前的恐惧症比较顽固一点，会在你康复之后时不时的又出现。当老的恐惧症再次出现的时候，你得再次用我教的办法去应对，所以很耗时。而新的恐惧症则不然，你可能很快就会忘记它的存在。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忘记了疾病复发时产生的心理恐惧，即使疾病再次突袭，也不要认为疾病又复发了，而应该告诉自己，这只是同样的症状反复出现了而已。不要害怕症状的反复出现，通常情况下，都是症状的反复出现把患者吓坏了，以至于神经紧张。有时候恐惧症本身并没有让患者神经紧张，而是对恐惧症的恐惧使然。当然，也有那种确实会对某种东西感到害怕的恐惧症，比如动物恐惧症、恐高症等。还有一些恐惧症表现为对恐惧症本身的恐惧。而赞恩医生的情景疗法对治疗这种恐惧症很有效果。你也可以分析自己的恐惧症，分析它到底都包含哪些因素，然后针对这些因素各个击破。行为主义疗法也可以治愈一些恐惧症，比如对于害怕猫咪的患者，可以让他慢慢地习惯看见一些可爱温顺的小猫咪，习惯视线里有这么一些小猫咪的存在。等习惯之后，可以让他尝试着去轻轻地摸摸小猫咪。刚开始只是尝试性的轻轻地摸一摸，慢慢的患者就会不再那么害怕猫咪了，从而克服这种恐惧症。总之呢，新出现的恐惧症比较容易治疗，而顽固的恐惧症相对比较难以治愈。因此，对恐惧的记忆是罪魁祸首，而患者对顽固的恐惧症的记忆更加深刻。恐惧症会让人失去自信，请问威克斯医生，要如何才能重建自信呢？只要你用正确的方法治疗恐惧症，自信心会自动恢复的。如果你自己不去努力克服恐惧症，只是依靠外力的帮助，自信心是永远恢复不了的。现在我和威克斯医生的观点是一样的。当我们谈到恐惧症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谈的是人类最根本的东西——想象力。也就是说，威克斯医生能够抓住治病的关键。人类的幻想出来的危险，让自己惶惶不可终日。如果你独自面对这种情况，产生恐惧的感觉，但却不明白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到恐惧，那么你很可能会对恐惧本身感到恐惧。所以我认为，要治疗恐惧症，第一步就是要让患者明白他不是一个人，而且这种疾病是可以被治好的。威克斯医生已经在很久之前就开发出了自己的一套治疗方案，现在其他医生在他的治疗理论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新的治疗方法，或者增添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总之，大家要知道，恐惧症并不可怕，是有治疗的办法的。而且我认为，在今后的10年之内，在治疗神经症领域，我们一定会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谢谢您的总结，
赞恩医生，现在是晚上9点45分了，也到结束的时间了。再次感谢赞恩医生。感谢到场的各位来宾，当然还要感谢我们的威克斯医生，以及他的关于神经症的作品。威克斯医生的观点、经历以及知识会指引并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加幸福。谢谢您，威克斯医生。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焦虑症的自救》演讲访谈篇。本期开始为您呈现的是1986年在纽约市怀特平原医院演讲后答疑。在我从英国伦敦回澳大利亚的途中，我再次被邀去位于纽约州布朗克斯维尔村的怀特平原医院做演讲。当时我正好带着《焦虑症的自救》系列书的第4本手稿，几个月之后，这本书就会在美国出版发行，所以我打算挑选手稿中的几段读给大家听，让大家一听为快，并且回答观众提出的疑问。然而，现场的观众似乎都等不及我读完，甚至有些躁动了，就想提前进入答疑环节。当时我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想要直接进入答疑环节，大家都一致赞同。大家都想听我讲，不想听我读，是吗？对的，请开始答疑环节吧。好的，那么谁想第一个提问呢？该你们了哟。我想听您再讲解一下关于手抖的问题。我也理解您说过的要接受自己的症状，不要刻意的去掩饰自己的手抖，而要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有一点还是没有明白，就是只要接受了自己的恐惧感受，手抖就会停止吗？如果手抖是神经紧张引起的，那么接受的态度就会让你恢复正常。首先，我来跟你说一下身体颤抖到底是什么。身体颤抖其实就是一种神经反射而已。如果我轻轻敲打一下自己的膝盖，我的小腿就会自动往前踢，这就是膝跳反射。膝跳反射就是一种典型的神经反射，其原理是膝盖处肌肉的神经末梢受到外界施加的压力后，把这个信号发送给了脊髓。脊髓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又向膝盖处的肌肉反馈了一个弹跳的信号，于是就产生了膝跳反射。其实手抖和膝跳是同样的道理，手指上的指关节就相当于是膝盖。当你感到悲伤、害怕，尤其是害怕手抖时，体内的腺体就会分泌出压力激素。手指关节处的神经末梢接收到压力激素后，就会做出抖动的反应。由此可以看出，手抖的根本原因是压力。那么要怎么治疗呢？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减压。那如何减压呢？答案就是不要再去关心自己是否手抖，因为越是担心，体内腺体就会分泌越多的压力激素。如果不在意的话，腺体就会停止分泌压力激素，这样指关节处的神经末梢也就不会被激活，也就不会出现手抖的情况了。也就是说，我不理解之处其实就是这个生理上的反射弧，对吗？对的，你之前没有弄明白手抖的原理，我希望你现在完全理解了。理解之后，事情就好办了。您说过接受很重要，我想问的是，那些十分可怕的想法也要全都接受吗？该如何接受那些不好的想法呢？你要这样想，看它能坏到哪里去。我这并不是在开玩笑。你想想，你很害怕那些不好的想法会出现，一旦出现，你就会想，天哪，我竟然会那样想。这时候你的内心似乎被恐惧感刺激了一下，吓得你一阵哆嗦。于是你可能就会心想，
完蛋了，我一定是疯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自己疯掉吧，做最坏的打算，能想多坏就想多坏。但是你要记住一点，那就是你脑子里的那些想法都只是想法而已，不要让这些不好的想法把你吓坏，不要逃避，也不要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不好的想法，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之前有一位女患者就因为这个问题来找过我，她说自己只要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就会感到罪恶，他们因为这个问题很是苦恼。其中有一个女患者说，一定是恶魔在引诱她。我告诉她说，你不要逼自己不去想那些不好的想法，不要害怕去想，就让他们来吧，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一些想法而已。尽可能往坏里想，并把那些想法理解为自己疾病的一部分，因为你的神经还没有去敏感化，一点点的异样都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反应，所以那些想法对你来说仍然很可怕。你知道，其实对于大多数神经症患者来说，康复过程中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自己长期以来难以改变的一些想法，一些自己吓自己的奇怪想法。你觉得我的回答对你来说有帮助吗？很有道理，十分有帮助。很好。现在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都犯了同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总认为我不可以有这种想法，我必须做点其他事情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这种想法是很难帮助患者从原来的思维习惯中摆脱出来的，它反而会给患者造成压力，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患者其实应该放松下来，把那些对自我的想法看作是一般想法就好了。正常情况下，大家在做事情的同时，肯定会关注自身的，把10%的精力用在自己身上，90%的精力花在要做的事情上。只不过神经症患者由于已经习惯了关注自身，所以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把90%的精力用在关注自身身上，只把10%的精力用在事情上。要我说，这样也没关系，就像短跑比赛里面的运动员在到达终点的那一刻根本无法停下来，而要等到惯性渐渐消失才能够停下来一样。患者的那种习惯也是有惯性的，要顺其自然，直到它慢慢消失。为了改掉那种思维习惯，患者可以这样做，不管是什么想法都要接受，就把它们当作普通想法，而不是某种让你害怕的想法。只要能够做到这样，你就会发现你慢慢的不再关注那些想法了。我举一个提灯人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我在之前的书里也提到过这个例子。在农场里住着一个学生，他是一位神经症患者。有天晚上，一位邻居来拜访他，这位邻居手里提着一个灯笼，在门口和他说话。这时一阵风吹来，把邻居手里的灯笼吹得摇摆不停。这个学生就被灯笼吸引住了。突然不知怎么的，他感觉像是心里的一片乌云飘走了一样。他恍然大悟，原来真正让我心烦的不是我的那些想法，而是这个习惯总是会不自觉地浮现这些想法的习惯。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他能对其他东西产生兴趣，那么自己的这种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也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在邻居离开之后，那片阴云似乎又笼罩了过来。神经疲劳就像是挡在患者和现实之间的一层帘幕，又让这个学生
不知所措了。但是他又仔细想了想，于是采取了不予理睬、耐心等待的办法。第二天，那层帘幕果然又拉开了，一切又变得明朗起来。几天来，这种现象反复出现，但这个学生发现了这种规律，不再对此耿耿于怀，反而释然了。他最终找到了摆脱以前那种习惯的秘诀，那就是不耿耿于怀，让习惯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找到这个秘诀的第一步，就是让自己放松。威克斯医生，我总是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感觉有人在把我的眼皮扯大，一直在扯，扯得不能再大的时候才收手。而这样的感觉让我很有压力。请问，我应该做点别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试着不要去那样想吗？不要这样，千万不要按你想的那样做。如果你那样做，其实就是在逃避，而逃避正好说明你很重视那种压力。你在日常生活中会不经意地表现出对它的恐惧。我知道，这是一种对那些想法的恐惧想法，它们是相伴而生的。但是，当你尽力把自己的眼皮扯到最大时，你是不会感到担忧的。如果你无法将自己的眼皮扯大，才真出问题了呢，不是吗？因为那就证明你身有残疾。其实，扯眼皮只是你脑子中的一个幻想，并不是真的。如果想要摆脱它，就要放松自己，不要把它当回事，不要让自己紧张起来。如果你的脑子里一直有这种想法，那就任由这种想法存在吧，把它变成你生活中的一个普普通通、微不足道的想法，自然的去接受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你一定会惊奇地发现，那种想法很快就会自动消失，因为你已经不把它当回事，所以它对你来说已经无足轻重，自然就会从你的脑中消失。要达到这一步，你需要做到彻底接受。你看，你的问题和前面那位观众提的问题很像，所以两者的治疗方法也是一样的。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完全的接受你的那种想法，慢慢的你就会恢复正常了。当我在解决自己脑中的一些幻想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基本上都发生在我看向窗外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当我往窗外看的时候，总是感觉不真实，好像窗外的世界很奇怪。这就是最令我受打击的时刻。麻烦你大声再说一遍，因为后面的观众没有听清，请站起来再大声说一遍吧。当我看窗户外面的世界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那些不真实的想法，这是最令我受打击的时刻。我再也不敢往窗外看了。后来还给在恩医生写信说明了我的这一情况。在恩医生在回信中向我解释说，那只是我的一些想法而已，而且我患恐惧症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这些想法可能就是恐惧症的一部分。赞恩医生的话对我很有帮助。之后我再站在窗前往外看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知道这些不真实的感觉都只是恐惧症的一部分而已，我一定可以成功应对的。最后慢慢的，我真的不再出现那些奇怪的感觉了。你看向窗外时会产生不真实的感受，是因为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与你格格不入。待在家里，你会感觉到被保护，有安全感，你不必去面对外面的世界，所以此时你不会产生不真实的感觉。但是在那个终有一天你不得不去面对的外面的世界，人们都在到处走动，而且他们没有你那种奇怪的想法。这样看来，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不真实，甚至有一点恐怖。
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长期没有在窗户外面的世界里生活，所以当你看到孩子们下午放学背着书包回家的场景时，就会感到不真实。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我很开心赞恩医生治愈了你。请问如何把您刚才讲的方法运用到治疗预期性的焦虑症上呢？尤其是旅游当中出现的预期性的焦虑症。预期性焦虑症还是挺难对付的，对吧？如果你患有广场恐惧症，而且知道自己将要去旅行，那肯定在心理上会产生恐惧感。可能你也做了不少心理斗争，比如在4点的时候，你成功地说服了自己不要害怕，可是在4点3分的时候，你的恐惧感又找上门来。你要做的就是接受你会感到焦虑不安的事实，直到你真正开始旅行。它是你精神状态的一部分，不是吗？但是你要相信，在你真正开始行动之后，你的焦虑可能就不那么强烈了，因为你已经把精力集中在了正在做的事情上。其实预期性焦虑症的罪魁祸首就是想太多，要明白这一点。明白了之后，就不要再去做一些杞人忧天的事情。另外，也要接受自己有可能当下还好好的，过一会儿又变得恐惧不安的这种状态。此时最好是找点事情做，比如清理一下很久之前就想清理但未清理的橱柜。你不觉得这也会是一种帮助吗？对的，那的确对我很有帮助。还有，我想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感谢，因为您拯救了我。我在70多岁的时候，在书店偶然发现了您的书，并一口气读完了。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恐惧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当时多亏看了您的书，我才敢去欧洲旅游。我在书上面做了很多的标记，每当我感觉糟糕的时候，我一下就能找到书中与我的情况相对应的内容。是您帮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恐惧症的魔爪，您真的是我的恩人。你的康复就是我最大的欣慰。有一位来自英格兰的女患者最近写信跟我说，她终于能够做到去学校参加儿子的颁奖典礼了。之前我讲过这个案例的，由于这位患者的成功很有鼓舞性，在这里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再说一遍。她说，儿子看到她出现在颁奖礼现场，开心得不得了。儿子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说，天哪，妈妈，你看，你可以做到的。他还说，听到儿子这句话，他觉得之前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请问威克斯医生，如果患者已经习惯了你的存在，习惯了你一直的劳作与付出，他们在康复过程中该如何面对他人的谴责？你指的就是你的家人，对吗？他们无法接受你现在不能像以前一样做那么多的家务，对吧？你有几个孩子？我只有一个儿子，今年6岁了，他是我的动力。当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患上了恐惧症的时候，他说，没关系，妈妈。他接受了我，并帮助我练习您的方法。但是我的丈夫接受不了我这样。你有我的录音带吗？可以给他听听。我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听。以前我在治疗患者的时候，会在给患者打电话的时候说，下次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麻烦让你丈夫接一下电话，我想跟他谈谈。一般情况下，丈夫都会接我的电话。我会告诉他，现在你要知道，
你是家里唯一一个有头脑、拿得住事情的人，我需要你的协助，来帮助你妻子恢复健康。你是家里唯一一个有头脑的人，这句话作用真的很大。我还会对患者丈夫说，你看，你懂这个，你懂那个，等等。听了我的这些话，就算他不理解，也会尝试着去理解的。这样我就获得了一个得力的助手。我还记得曾去看望一个患者，当我从他家里出来准备离开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家门口的草坪旁拉着我说，威克斯医生，他和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呢，他总是给我吃土豆泥，为什么就不能做薯片呢？但是到最后我还是说服了他，而且他为妻子的康复贡献了很多力量。这就是我应对患者家人的方法，一定要把他们拉到我的阵营里来，让他们能够为患者的康复做出自己的贡献。还有一点就是要充分了解你的医生。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医生告诉患者，丈夫说他的妻子有点神经质，让他不要纵容妻子，其实就是让他不要去理睬患病的妻子。你看，绝对不可以找这样的医生，明白了吗？请问威克斯医生，作为恐惧症患者的配偶或者其他家人，应该如何做才是对患者的真正支持？首先呢，患者配偶要对患者的病情有所了解，大概了解就行，因为配偶知道太多，对患者而言也是一种负担。患者不希望家人跟他一起遭受折磨。和神经症患者在一起生活实属不易，因为患者配偶有可能会像患者一样，神经也十分紧张。神经症患者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并且不要对配偶期望太高。作为患者配偶，在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同时，不要看见患者稍有好转就心情灿烂，也不要看见患者稍有任何不适就沮丧万分。要明白，神经症有时候就是如此不稳定，不要让自己因为患者的状态而变得一惊一乍的。但可悲的是，现实情况中，大部分患者配偶都对患者视而不见，甚至躲避康复过程。我知道有位患者丈夫就对他妻子说，不要再在吃饭的时候看威克斯医生的书了，快点扔掉那个讨厌的东西，或者不要再在我跟前提威克斯医生了。我之前也说过，和神经症患者一起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患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健康。我都忘了刚才那位观众提的是什么问题了，你看我糊涂成什么样了。我刚才想问您的是，作为患者配偶应该怎样做才会对患者的康复有帮助？你指的是配偶想要帮助患者康复的时候，对吗？对的。首先呢，配偶应该对患者所处的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要知道患者正在用什么方法进行治疗，并对患者正在实施的康复计划表示赞同和支持，理解和支持。我觉得这就是配偶能为患者做的事情。如果能做到这2点就很不错了。事实是，很多患者的家属并没有做到这2点。我之前也说过，神经症患者是很孤独的，因为他们很少会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如果你想知道的更具体一点，我会向你解释患者的具体病情，患者的想法。不管多么温和，都会导致患者做出极为夸张的反应。这也是患者容易心情低落、易变的原因，同时也是患者越绝望，痛苦就会变得越强烈的原因。这时候，我会告诉患者的配偶，他的表现是很重要的，因为会对患者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我还会向患者配偶解释，
这其实是一种类似于电回路的现象，会使患者做出夸张的反应。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很多患者配偶很快就会理解。我也会强调，在我看来，患者面对疾病是十分勇敢的，他们的痛苦不是神经质的。我会告诉患者配偶，和患者一起生活，要像身边有通电的电线一样，格外注意。有时候，对那些根本不在乎患者的状态的人，我会把情况描述得更加可怕一点，因为这样就能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在这儿我也必须说明一点，确实不乏很多负责任的丈夫，会在自己妻子患病期间给予耐心的照顾与理解。我来简单总结一下对你提问的回答吧，那就是患者家属必须尝试理解患者的处境，给予患者支持与安抚，并且要对患者保有耐心。提到要学会接受自己的症状，我发现我做不到让自己的心跳变得更快。天哪，我从来没有鼓励患者加速自己的心跳。我的脉搏速度过快，我真的很害怕。你看过医生了吗？看过很多次了。医生给你做过全面检查之后，说你的心悸只是一种神经性错觉，对吗？对的。你的脉搏速度是多少？基本是每分钟120下，有时候达到每分钟160下。每分钟120下还算正常，不是很快。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很快了，我没有办法不去注意它。我从来没有让你去忽视它，那么快的心跳也很难忽视。忽视和接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接受指的是你明知自己的心跳速度很快，但是并不会因此感到沮丧，因为深知这个程度的心跳根本不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你越是害怕自己的心跳速度过快，其速度就会更快。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得，因为在你害怕的同时，肾上腺就会分泌更多的激素，让你产生恐惧心理。你看，心脏的跳动速度是由神经系统里两种特殊的神经决定的，它们分别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记住，是交感神经刺激肾上腺分泌激素，这是使你心跳加快的原因。副交感神经则会让心跳缓下来，它和交感神经相互制衡，可以让心跳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如果你感觉自己的心跳速度很快，而且被自己的这种状况吓到了，交感神经就会使肾上腺分泌更多激素，从而使心脏跳得更快。你真正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害怕自己的心跳速度过快，而且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不害怕，心跳速度自然就会降下来。现在有一种药物，它能够在20分钟内把你的心跳速度降下来。你服用过这种药吗？没有，我来这儿听讲座的原因就是我还患有吃药恐惧症。哦，这样的话，最好还是先不要吃药了。如果你服用了这种药物，最后你还要克服对它的依赖，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还有，威克斯医生，有时候我的心跳速度又特别慢，这令我很害怕。哦，那就是副交感神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就是迷走神经起作用了。我觉得心跳过慢和心跳过快一样吓人，有时候我都担心自己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你根本不用担心，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人类的心脏已经非常强大了，所以你的心脏是不可能被你吓得停止跳动的，这样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至少在你一生当中，大自然是不会让你的心脏停止跳动的。即使到了80岁，你的心脏仍然可以正常运转。不信你看看我现在已经83岁了，这不还好好的吗？
我在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心悸以及其他的一些症状。心悸其实没什么，都是自己紧张的神经在作怪。记住，即使你的心脏每分钟跳120下，你照样可以打网球。事实上，在你打网球的时候，你的心跳速度反而会降下来。好的，威克斯医生，我明白了。请问威克斯医生，您说应该如何对待仪式化和强迫性的行为呢？这个话题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我都可以围绕它写一本书了。总体来说，对待仪式化和强迫性行为有2种方法。你也知道，强迫性行为出现的原因就是神经过于紧张，而且由于神经紧张如此强烈，不管是不是仪式性动作，它都会通过某种身体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这2种应对方法就是，或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遵行那些仪式性的动作，或者全力以赴地去面对它，抵制它的出现。这个特殊的方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自愿地去遵行那些仪式性的动作。自愿是一个很奇妙的词语，它意味着你在做出那些仪式性动作的时候，不责骂自己，不去想着这样做真是愚蠢至极，简直是失去理智了。可是我觉得自己永远也改不了这个坏习惯。但是如果你真的自愿地去遵行那种仪式性动作，那么神经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下来，这种习惯也慢慢就会改掉了。之前我在 BBC 做访谈的时候，有一位女患者叫安妮，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患了书中提到的所有类型的强迫症。最后她看病的那家医院里面的医生都没办法了，建议她做脑白质切除手术，但是她不同意做这个手术，因为之前她见过一位做这个手术的病人，手术效果并不理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找到了我，我们是通过电话联系的，很快我就把她的病治好了。我教给了安妮一种快速领悟的方法。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方法。有位母亲脑子里一直浮现自己会故意伤害孩子的强迫性想法。其实很多患有神经疲劳的母亲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这些患者，我会指导他们看清自身的情况。在那一刻，他们对脑海中浮现的强迫性想法的反应是非常夸张、非常强烈的，因为他们第一次有那个想法的时候就已经变得敏感了，以至于现在每一个焦虑的想法都会引起他们夸张的、可怕的反应。那时他们的心里就像有2个声音在争吵，一个说他太紧张了，肯定会伤害自己的孩子的，另一个说他是永远不会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的。但是第2个声音远比第1个声音微弱，所以显得第1个声音威力巨大，似乎自己真的会做出伤害自己的孩子的事情，这令他自己也十分恐惧。在他们找我求助的时候，他们也坦白说自己知道那只是因为自己过于紧张而产生的一种幻想而已，自己是绝对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的。我告诉他们，要想剔除这种幻想，必须每天在幻想出现的时候认真思索一下，认识到它其实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就算每天只花那么几秒钟也可以。我还要求他们每天都要练习坚定自己不会伤害孩子的想法，只说不做是不会有副作用的，必须把这种方法真正付诸实践才行。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领悟法。患者必须坚持练习，即使每次练习时间有限，也不能间断，就把它当作是日常生活中的惯例即可。这样他们到最后就会发现，这种害怕自己会伤害孩子的强迫性想法越来越弱，最后变成一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虚幻的想法，甚至他们可能会彻底摆脱强迫症。
为了帮助你们理解第二种应对强迫症的办法，我打算举一个喜欢吃巧克力的人的例子。对于爱吃巧克力的人来说，看一眼巧克力都会让他垂涎三尺，尤其是看起来特别诱人的巧克力。这里把巧克力比作患者的症状，因此前面说的第一种方法对于这类患者来说就不合适了，因为越是思考，他就会越紧张。比如当你给爱吃巧克力的人吃了2块巧克力之后，他就会要更多，甚至会不由自主地去找巧克力吃。这时候他必须明白，那种对于巧克力的欲望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紧张。如果患者能够看穿这一点，并且尝试着去接受，那么那个欲望就会慢慢消失。确切地说，那个欲望以后可能会再次出现，但是如果他下定决心等待，那么他最终会消失。最后他甚至能亲自把巧克力放起来，而这其实就是对付强迫症的第二种办法。当患者觉得第一种方法不起作用时，可以选择这种方法。对于医生来说，强迫症可以说是疑难杂症之一，这点毋庸置疑，它至少是我行医生涯中的难题之一。当然，强迫症患者也很痛苦，需要医生提供很多帮助。这段时间，我有一位来自伦敦的患者，3个月以来，我们每天都会通电话。因为国际电话费用很高，所以我们每次打电话只是短短聊个几分钟。在和这个姑娘的对话中，我能感觉到她对自己的康复很不自信。她说她自己总是觉得外界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支配着自己，其实那股力量正是神经紧张。关于这一问题，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我几乎可以写出一本书，但是今天晚上我就先说这么多。请问威克斯医生，如果脑子里面一直会重复出现某种想法，这是否属于强迫症？对的，这种情况属于强迫症的一种。咱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但似乎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我就再次简短地说明一下。要记住，不要害怕某种想法会反复出现，也不要刻意去甩掉那些想法，相反，要去接受它们，心甘情愿地去经历它们，不要害怕。最后你会发现自己如果不在意，不那么刻意地去想它们，它们就会很自然地不再引起你的注意。相应的，你内心那种令你恐惧的想法也会渐渐消失。患者在内心应该有这样一个声音告诉自己，不要害怕，不要紧张，那只是一个重复出现的想法而已。只要不紧张，不逼迫自己快点甩掉那种想法，你自然就会受到其他事情的吸引，从而摆脱那种重复出现的想法。那摆脱这种想法一般需要多久呢？它还会卷土重来吗？这完全取决于患者自己的态度了。如果是你的话，那就取决于你对自己过去的病症的记忆，和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患病经历的。你可能会在康复之后的很多年里，再也没有想起以前的病痛，但是突然某一天，某个场景或某件事情，让你想起了以前的病痛，以及那种痛苦的感受。此时，如果你能很放松地去看待这种记忆，知道自己当初是如何摆脱它的，并对自己说，好的，既然之前的病痛卷土重来了，那么我主动接受就好。只要你放松下来，不那么紧张，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思维会慢慢地从病痛中移走，病痛的记忆对你来说也就不会再是一种打击。那么如何才能彻底摆脱疾病，再也不要让它复发呢？没有人能向你保证疾病永远不会再找上门来的，因为人们的记忆是无法抹掉的，不是吗？没错。康复之后，
你肯定还会记得以前患病时的遭遇，如果不记得，那才叫不正常呢。当然，记忆不只是会带来过去患病时的一些遭遇，也会激起你那时的感受，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而害怕。其实它不过就是一段记忆而已，记住，不要刻意去躲避，而要迎上去。就算自己此刻很害怕，那也要自愿地迎上去，因为害怕是很正常的。再次经历以前那些可怕的日子，人们不可能不害怕。不要对自己要求过高，只要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确保不要被回忆吓倒就好。请问您治疗小朋友的时候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吗？在治疗小孩子方面，我的方法会有些不同。例如之前有一个小女孩患有恐惧症，不敢上楼梯。如果是成人患者，我可能会和她仔细讨论一下。可是对于小孩子，我就换了一种方式。我对她说，如果你不想爬楼梯，那就不要爬了，等你长大之后，自然就不怕楼梯了。你看，你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大人不敢上楼梯的，对吗？除非他有风湿病或者其他什么病，走不了路，对吧？等你长大之后，或许就在几个月之后，你自然就不怕爬楼梯了。你知道吗？就在当天，那个小女孩就克服了对爬楼梯的恐惧。对于小孩子，我经常会不走寻常路的去开导，帮助他们揭开恐惧的面具，把让他们感到害怕的妖魔鬼怪除掉，这样孩子就不再害怕了。虽然我说的似乎很容易，但是其实治疗小孩子还是挺难的，因为他们都很机灵。我通常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小孩子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他们为了戒烟或者戒酒，会加入一些组织。加入这些组织之后，虽然他们的烟瘾或酒瘾戒掉了，但却患上了对烟或酒的恐惧症。请问威克斯医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是没有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我的一些朋友本来有烟瘾或者酒瘾，但是在进入了戒烟或者戒酒协会之后，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恐惧症，在不抽烟不喝酒之后尤为明显，因此他们变得不敢外出旅游，就算是有人陪同都不敢，像是得了广场恐惧症一般。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这些朋友在戒烟或者戒酒协会里面都还好好的，可是一旦不再去参加这些协会之后，就出现了恐惧症。对的，如果再次去参加协会讨论的话，他们就能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所以看起来就很正常。你的意思是说，一旦他们离开戒烟和戒酒协会的庇护之后，就会出现恐惧症的症状，是吗？对的，就是如此。你要知道，想要彻底康复啊，必须依靠患者自身的付出，必须通过患者自身对疾病的理解与接受才行，而不是依赖药物、酒或者是其他人的帮助。神经症患者必须培养出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这样在病情复发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可以告诉自己，老兄别怕，你以前打败过他，不是吗？这个内心的声音只有通过患者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患者有了这个声音，当病症反复的时候，就能依靠它渡过难关。当然，康复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肯定布满了荆棘，但是在每一次与困难做斗争的过程中，患者内心的那个声音都会得到一些加强，而这也就是我希望患者慢慢康复的原因。患者通过花时间不断练习，就会把自己磨练得越来越强大。众所周知，恐惧症患者经常会产生一些令自己害怕的想法，而且挥之不去。强迫症患者也会产生某些令自己害怕的想法，而且很长时间都不会消失。
那么请问威克斯医生，恐惧症患者是否一定也患有强迫症呢？恐惧症和强迫症确实会有一些重合的地方。如果你患有恐惧症，你会害怕某些特定的东西；如果你患了强迫症，你不仅仅会害怕某些特定的东西，而且内心会有一股迫使自己一直做某事的力量。比如，一个对窗户很害怕的恐惧症患者，就会想尽办法躲避窗户。但是，强迫症患者就会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从那个窗户前经过。我觉得两者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一种是极力躲避，另一种是极力重复。赞恩医生提议要给现场的男士也留一些提问的机会。如果是对某种不常见的动物，比如蛇感到害怕，那么有没有克服这种恐惧的办法呢？肯定有，但是很少有人不害怕蛇。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蛇也不常见，不是吗？有道理，尤其是在纽约市这种大城市中，这种动物不是那么常见。所以治疗师在帮助患者克服动物恐惧症时，要用温和一点的方式。就用蛇来举个例子吧。刚开始可以让患者来看一下蛇蜕下来的皮，让患者慢慢的习惯。到一定时间后，再尝试着让患者去摸一摸。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首先我连看都不敢看，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怕蛇，而且从小时候起我就有这种恐惧。我能理解你，你很想摆脱这种恐惧，不是吗？这种摆脱恐惧的欲望就是最好的鼓励，它会帮助你克服恐惧。所以你要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十分健壮的成年人。你确实也很健壮，所以我什么也不怕，我肯定可以做到睁开眼睛看一看那条蛇的，反正迟早我都得看。用赞恩医生的话来说，这就像爬梯子，要一阶一阶地往上爬。我可以向你保证，最后你肯定能做到毫不恐惧地看一整条蛇。害怕蛇也是常理，反正我看到草丛中有一条活生生的蛇的话，肯定会吓得不行。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害怕吧，更不要说那条蛇向我爬来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恐惧是可以慢慢被克服的，就像对猫咪的恐惧可以被克服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让患者多看一些温顺的小猫咪，并且尝试着去抚摸猫咪，最后他肯定能克服对猫的恐惧。我已经见过很多这样成功的案例了。今天早上我刚刚读完您的一本书，写得真是太好了。你一定见过长期深受恐惧症折磨的患者，请问对于这样的患者，您是如何让他们理解等待的含义的？又是如何说服他们做到等待的？我也知道焦虑、恐慌、抑郁发作确实很折磨人，可是您在这个领域真的可以说是建立了丰功伟业，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帮助众多患者走向了康复。要是您10年前不20年前就在这里和我们面对面做演讲，该有多好。除了刚才那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在我拜读您的书时，有一个概念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您说的飘然这个概念。请问在人生最难熬的阶段，如何才能做到飘然呢？具体应该怎样操作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做到飘然吧。例如有一位广场恐惧症患者，他想去商店买点东西，可是他就是走不出家门，双脚好像在地上生了根。这时候患者真的是一点儿也动不了了，因为他的应对方法是错误的。他心里往往会想，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能走出去的。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在神经紧张的时候，浑身的肌肉也会处于紧张状态，你很难让他动起来。这时候如果他告诉自己放松飘然起来，不要紧张，飘飘然地飘去商店吧，最终他会发现自己真的能够走到商店去。因为仅仅是令自己飘然起来的想法，都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放松下来，
你可能记得，我在书中写过，当时我让一位女患者帮忙出去买一条鱼回来。她说，我已经好几年没去商店了，我不敢去那儿。我对她说，别紧张，让自己飘然起来，不要逼着自己去，要记住，飘然。最后她成功地买回了一条鱼，说我还在飘然状态中，请问还有什么要我去买回来的吗？至于等待，这是神经症患者最不愿意做的事。记得我之前谈到过，要说服神经症患者花时间等待，首先要让他们明白等待的目的和意义，要理解自己正处于神经敏感的状态，所以对自己所有的症状都不要抗拒，要打心底里接受。最后要让患者对自己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的目的都很明确，让他们知道这样做到最后肯定是有回报的。只要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就能理解在康复的过程中为什么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等待。世上不可能有一步登天的事情，患者康复就像在爬一根光滑的杆子，向上爬2步，可能就会向下滑1步。你看，这不就需要时间了吗？患者已经遭受了多年的病痛折磨，他们自然希望能够早日康复，而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当然是等待了。但没办法，等待是康复的必经之路，所以最好在一开始就向患者解释清楚等待的意义到底何在，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患者还要具备的一点就是耐心，他们要时常往后看看，心想，看，又是一天过去了，而且要做好迎接后面更多天的心理准备。不要像我之前的一本书里所举例子中的那位男患者一样，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康复计划，就是去火奴努鲁度假2周，2周之后自己一定要痊愈，最好是度假回来就可以立刻重回工作岗位。但事实是，他并没有痊愈，他也不可能痊愈，因为要想康复就得有耐心，别无其他选择。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摆脱疾病，虽然我也见过很快就康复的患者，但是大部分患者的康复过程还是挺长的，必须要有疾病随时可能会复发的心理准备。只有这样做，我制定的康复计划才会奏效，才会帮助患者不断巩固已取得的康复成果。就像你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心情才会恢复的。神经症也是需要花时间才能最终被治愈的。有的患者会在某天感觉特别好，可以轻松地去逛街，坐公交车或者做一切想做的事情。可是第2天突然又感觉无比糟糕，这时候患者应该告诉自己，我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康复是需要时间的。其实神经症康复本身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患者会不断巩固自己与疾病做斗争的本领，直到十分熟练。你还记得我之前的一本书中提到过的那位女患者吗？她患有广场恐惧症，已经整整2年没有踏出家门一步。最终在她丈夫的帮助与陪伴下，远赴悉尼来找我医治。我向她解释了病症的真相，并且让她独自走楼梯下去，买一包软心糖豆，然后再爬楼梯回到我的办公室。第2天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我竟然不再出现恐慌感了，太不可思议了。她还说她去了一幢大楼的顶层，上了14层楼，而且没有出现任何恐惧感。你看，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疾病再也没有侵袭过他，他就是一个痊愈的完美案例。我也得提醒一下大家，痊愈之后偶尔还是会出现恐慌感。一个神经极度敏感的人，一阵冷风吹来都会让他感到恐慌，这让他感到困惑不解。尽管不理解，患者也要明白，这时他需要耐心的等待，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耐心等待的同时，还要坚持练习我所说的那些方法。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不要把失败看得太重，失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跌倒了再爬起来就好了。不知道我说的这些是否对你有帮助？很有帮助，谢谢您，维克斯医生。我从7点30分一直说到9点30分，我这一把老骨头已经累得不行了。谢谢您，维克斯医生。我很开心看到各位对维克斯医生理论表示如此强烈的赞同。在刚才答疑环节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现场各位的热情，以及维克斯医生一贯表现出来的活力、激情以及敏捷的反应。最后再次感谢维克斯医生以及今天到场的各位来宾。谢谢大家，谢谢赞恩医生。感谢您的收听，焦虑症自救系列已为您播讲完毕。